哎。欢迎大家来到图图小课堂。各位有交友需求啊、恋爱需求啊、社交需求啊，都可以上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绿豆啥时候更新第9集？你没有看我们结尾的，没有看到结尾吗？结尾有说更新的周期。你是霸总，不能这么说话。行，给我去看，别这么多问题。昨天看了2集，感觉心里叨叨好佛系。梁宇就是这么一个温柔的人，梁宇是温柔的总裁。被质问了，啥被质问了？要耳机吗？要。耳机。我来做场外助理。好，能听见我说话吗？暂时离开。是我这儿出问题了。哦，是我这儿出问题。卡了就出去重新进来啊。好了，卡了你就重新进来啊！我们现在聊这个进行今天的练习。这两天看我直播应该都知道，连线的流程，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咱们这几天呢会就是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跟大家互动的方式，就是现场进行连线，那个咱们在我的直播间进行交友、涨粉和这个谈恋爱，对，你可以把你的基本的情况跟我来说一说，然后包括帮你就是说梳理一下你以后的这个情感的一些规划，更多的是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交友的一个环节。那其实这个我的这个连线可能跟其他的连线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连线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更多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连线可能会问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收入啊，或者说问你的这个地址，因为很多人其实在生活里边不一定找的是恋爱关系，可能找的是好朋友啊，或者说这个好基友啊，对啊，还有这个马友啊、驴友啊，这个都可以啊。说说你来连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可以。那上周没有连线的、没有连到的一些朋友，也可以这个进行
点击这个屏幕的这个位置，屏幕这个位置啊，点击这个位置，咱们进行现场的连线。镜像了，现在是镜像吗？又镜像了啊！好，我们调回来。功能设置，右下角。啊，没有啊。图图老师好，你好，我还是非常不习惯别人管我叫老师的，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娱乐行业里的人，可能就习惯了叫别人老师，但其实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教过你们什么，而且我更习惯别人叫我图图，因为叫老师叫老了啊。欢迎这个新来的朋友进入这个直播间，然后也同时希望大家准备好了就及时的连线啊，及时的连线。咱们等一等今天第一位的交友的一个朋友啊，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因为前2天看过我直播的都知道，其实我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凶，对。谢谢这个东东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这里同时跟大家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我跟二把刀的就是这个一起创作的一个服装品牌啊，就是我们这个小 logo 啊，我们这个屠刀的一个品牌，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第一款的那个短袖，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短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预售了啊。如果大家喜欢这款衣服，或者说想支持一下这个绿豆的这个剧，大家可以就加二把刀的微信啊，加二把刀的微信，然后进行预购。这款衣服呢，现在只卖69块钱啊，只卖69块钱。如果说这个后期做这个淘宝店的时候，可能会再贵个10块钱，所以现在买是比较划算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想要这个小纪念品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绿豆的那个手串也可以送给大家，拍摄的一个道具的手串也可以送给大家。只有白色，对，只有白色，现在只有白色，因为我觉得白色是最百搭的，而且穿里面，打底也 OK 啊。黑色容易沾毛，然后也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黑色不太好打理，白色还可以啊。我们这个面料是不起皱、不变色、不缩水的一个工艺，所以你拿去穿，我觉得穿个2年3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2年3年，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质量的变化啊。这个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每年都会每出这个剧都会做一些周边，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专辑。那咱们今年的专辑可能也会在年后陆续的跟大家见面，实体专辑。小茉莉没有出，但是芝麻咱们出了一张，接下来绿豆咱们也出一张实体专辑，里面大概有6、7首歌。喜欢可以期待一下啊！喜欢这个音乐可以期待一下。白色很想胖，白色很想胖这个观念我不太认同。你本来你多少斤你自己心里有数，不要赖我们的那个衣服。来，我们来连线今天的第一位。你好，
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Hello，你好，好，这位朋友，你可以调整一下麦克风啊，我这边听不到你说话啊。啥时候开始做综艺？综艺，因为我现在，严格意义上就是现在有一点点，想逃离这个城市。那等我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们觉得就这个综艺可能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啊，可能会在惠州的一个海边，或者在一个农家小院儿都可能啊。等我们这个落地了之后啊，很快的就会跟大家见面啊。我刚睡醒，再有我啥时候录制一下啊？为什么要录制呢？现在不是有版本吗？为什么要重新录制呢？来成都吧，招嘉宾吧，会招啊，我们到时候会招的。现在还好，现在天南海北的参加过我的剧的拍摄的人也可以请17了，我觉得。来成都吧，去成都做什么？没在北京了吗？我们现在就在北京啊。在酒吧唱的时候，歌词有点对不上，不懂你在说对不上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小畅的关注，是小畅是不是？小畅的关注啊，我现在在北京啊。去年，其实你们看这个绿豆的剧情，其实就是真实的剧情。我在2024年的时候，一方面是开了2家酒吧嘛，这个剧里边也跟大家介绍了，我开了2家酒吧，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自己太顺了啊，然后可能被举报了，再后来呢，就是一家酒吧关了之后，另外一家酒吧在2024年的8月份到期了。然后我就没有再去续这个时间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打算来北京进修，我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进修导演的一个学生啊，我们的学业呢可能是1年左右，所以我在2024年8月份我就想，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自己的事儿就全抛掉。在2025年的，也就是去年的9月份来学校来上学了，来上学了。你好，你好，山西的有吗？山西的有吗？好，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是以连线交友的一个形式跟大家的一起互动啊。如果说你想交友，你想涨粉儿，你想谈恋爱的话，可以跟我进行连线。下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会就是循序渐进的去跟大家去了解、去交流啊。包括年纪、身高、体重、职业、收入。包括你的属性、怪癖、恋爱史，包括你喜欢的类型，以后会不会结婚，可不可以接受异地恋，讨厌什么类型，学历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是否有健身，单身多久了？这几个问题其实都非常好的这个好回答啊，包括有一些比较私人的，你比如说那个什么以后会不会结婚，大家可以这个选择的去回答啊。缺群演吗？我群演其实也是非常难的，
有的人可能觉得群演不难，其实群演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现场，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绿豆》这部剧，主演也就2、3个、3、4个，甚至基本上都是客串的。包括一些客串的演员，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他为什么会被大家去接受呢？因为其实他演的少，就不太会露出自己的这个不足。但其实就是这些，我其实挺佩服这些主演的，就是他们能把这个戏能这么多台词，包括这么多的这个情节，能够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包括你像现在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乔伊，还有这个叨叨，还有这个小薇啊，这3位其实他们的戏份会比较重一些，特别是小薇和这个叨叨，他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没有学过嘛，而且他们在演自己不太擅长的角色。你比如说二把刀，其实他为什么演霸总，让大家会觉得说，哎，他没有那么霸总。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表演并没有什么问题。第一点呢，其实北京的霸总跟地方的霸总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其实小薇生活当中也是个霸总，但你能感觉到他是个霸总吗？小薇在北京是有一家公司的，虽然说是跟别人合伙，我们拍摄地点的那个公司其实就是小薇和他合伙人的公司，但他生活当中一点都不霸总。因为在北京，一家公司创业的这个互联网的公司其实还蛮多的，互联网还蛮多的，所以就是大家理解的霸总可能跟你地方的不一样。因为很多城市可能就是一个老板已经转的2、5、8万了，但是其实在北京来讲的话，大家都很低调，而且大家都要养活员工的一个状态。所以包括我之前我也做过酒吧老板。其实大家都不太会有那种所谓的这个霸总的那种状态啊，包括小薇她生活当中其实她就是一个搞笑逗逼的人，但是她这次挑战的是一个比较苦情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其实现在就是看了第8集以后，你就知道了，说他可能第9集可能会迎来他的一个演技高光但我们期待一下。但是小薇整体来讲的话，其实他整体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松弛的，但二把刀可能他不是太擅长就是在镜头面前去表达自己，所以这些东西都我其实还蛮为他们担心的那种，但其实呈现出来还可以啊。外国人可以参加吗？参加什么？你要参加什么？参加连线吗？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你会中文吗？因为我不会外文，我不会英语。谢谢珠宝的关注啊。欢迎全都大哥，本节目由全都大哥全冠名播出啊。全都大哥一生的好大哥，是我最好的大哥了，大哥来了我特别开心，欢迎大哥，大哥请坐。谢谢东东的为你闪耀，谢谢。又开始了，全都大哥其实也一直期待着全都大哥进行连线，想听听他的声音因为一直其实跟全都大哥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觉得说非常的体贴，然后非常的暖心的一位好大哥。从这么长时间的他默默的偷窥我，到现在我们这互相坦然的去就是交流。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我也不知道隔了多久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全都大哥他的神秘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其实非常的多金
然后可能身份也不太一样，跟大家其实不太一样。他委托我来做这个节目，其实他也就是想在这个暗中的去观察一些物色一些，就是他以后的后宫。所以你别看他是零，但是呢，其实他一直都享受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喜欢那个就是掌握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多多的连线，嫁入豪门不是梦啊，可能百里屠夫在这个直播间里，不能实质的跟你交到一些什么朋友，但是或许有一些财富，大家能自己抓得到啊。绿豆怎么没有龙二和卡卡了？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就好比我们拍剧啊，不是说所有的角色都会安排同样的一个人来演。可能有些人他演着演着，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是固定的人。包括我觉得我跟龙二搭配了就是将近3个戏了，其实已经都有一点点，观众可能会有一点点疲劳嘛啊。包括卡卡的没有参与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邀请他。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呢？其实卡卡是他在塑造角色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专业导演的或者说专业剧组的一个感受来看的话，其实他是比较费力的，所以跟他合作可能会耽误我们的这个进度。我们这一次的拍摄任务也会比较紧张，所以只有20天的时间。当时就想着说尽量不要去，就是因为我20天之后我要去学校报到，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卡得特别紧，就用了一些可能导演可能自己觉得说，比较有天分的有天赋的一些人啊，所以罗二这个不参加和这个卡卡不参加，我觉得都是我的一个最明智的一个选择了，因为就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搞这些东西啊。卢哥觉得二把刀的演技怎么样？我觉得他演技其实是会，就是我觉得他的演技不好是来源于他一开始的傲慢。他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二把刀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不懂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他太相信自己了，他不太会习惯的去听从别人的建议，所以他前面可能演的不是特别好。包括你们其实能看到前面就是二把刀的这个霸总的这个角色，其实没有立住啊，包括他的整体的状态可能会有一点点怪怪的，原因就是他首先他不是一个，他没有太多的这个霸总的经历，第二点呢，他又会觉得说不太会与人就是交谈，或者说去学习这些东西，他可能当时他是一个拒绝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拒绝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演的，我觉得如果说是满分的话，他可能现在才70分左右。对，他才70分左右，但是还好他是及格的，因为很多演员其实就很多跟我合作的演员，其实他们是在我这是不及格的，好期待图图和叨叨的甜蜜戏，图图和叨叨的甜蜜戏可能会演的比较好一点，因为后期可能他的状态就会更好一点。我们拍摄其实分了3个阶段，一开始你们前面看的基本上都是他开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表现的可能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完美，但后期可能大家会根据这个剧情。再加上他确实后期已经融入到这个剧组里边，所以他表达的还蛮准确的。太客观了啊！
我不会偏袒任何一个演员，就包括其实，我们剧里边有一个叫乔伊的演员，其实我看弹幕上有很多人说他演技很好，但是，作为导演来讲的话，我严格意义上他是我的菜，包括也是我是第一个确定他来出演我剧的人，但是他这次的表现其实让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他的表演方式可能会有一点点夸张，有一点点就话剧的一个形式，所以，大家说他演技好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哦，这个可能就是人格魅力啊，我觉得这个很多演员其实都没有的一些人格魅力。再一个就是，其实乔伊的形象也会特别特别的有观众缘，所以大家喜欢他，我也挺开心的啊。演技好，演技最好的是谁？现在看起来就是那谁，就是小薇。现代剧里边其实表现最好的其实是小薇，虽然小薇她就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明显感觉到她这部戏不如前面几部戏，但是她的基础可能会比这些新演员要好得多啊，所以她可能只用了70%的力气就打败了这帮人啊。一共多少集？一共10多集啊。叨叨的台词咋样？叨叨的台词是所有的演员里边背的最好的啊，所以这就是叨叨的问题。其实叨叨是他会觉得说，表演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台词练好，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演出来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演员可能会，比如说小薇啊，比如说那个乔伊啊，他们都是不太会能背下台词的一帮人，但是他们可能会注重现场的感受，所以他们演的可能就是稍微自然一点。在我的眼里，可能你可以不背台词，但是你要听得清楚对手给你的情绪，包括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样才会有精准的一些回应和互动嘛。对，演戏其实就是对手和对手之间，这个伙伴与伙伴之间的互相信任啊。这是1年拍一部嘛，我们基本上能保证2到3年出一部啊。你看我10年了，拍了将近，我10年拍了芝麻不是跟我回家2，跟我回家3，然后你答应过我的，然后芝麻1、芝麻2，小茉莉还有绿豆，这已经就算是5、6部了啊。基本上是2年一部，10年的时间。我是从2017年开始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想看我的作品，不了解我们这个团队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 B 站和油管去搜索啊。可能前面比较稚嫩，但是就算是比较早期的在坚持做这些东西的一个状态啊。你答应过我是什么？自己去搜啊，自己去搜。别人我就回答了，这个小16我就不愿意回答。新剧加入了穿越的元素，万里如果回到原来的时间线里的还有万里吗？他本来就是从原来的时间线来的，所以他穿越回去依然会有他。他本来就是从这个时间线来的，所以他穿越回去还是有他的位置的啊。但是可能就是时间线肯定会错乱。我还跟你连线过，不理我，为什么跟你连线过不理我？你没有跟我连线过呀，我怎么不记得呀？周几更新？每周4更新，每周4晚上更新，每周4晚上8点更新2集啊。感觉很虐，还好啊，这部剧其实还好。你们现在看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剧里边其实穿插
穿插的东西会比较多，可能你们八九集可能会比较虐，然后10集11集又会比较甜。他其实不太会就是一直虐大家，我觉得虐大家可能心里你们承受不了啊。这么多年，我其实拍了这么多剧，大家给我的我得到的反馈就是大家可能面对虐的，确实是会看的比较过瘾，但是同时会比较沉默。包括有的看了跟我回家呀，包括就是芝麻呀，因为那个剧情可能涉及到分手，很多人会感同身受的跟对象现实中的对象就分手，所以我不太想就是说给大家太多的影响。因为剧这个东西更多的是就是一个休闲、一个娱乐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在哪能看到你的所有抖音？在这个 B 站和油管搜索百里屠夫，B 站油管搜索百里屠夫，搜索这个我的剧就好了啊。3个都好看，但是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小茉莉啊，小茉莉其实严重被低估了，但是我会觉得说，确实小茉莉的一个题材大家可能不太能就是理解，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去接触过酒吧这个行业，所以大家看着可能会比较累啊，但是小茉莉可能会更成年化的一些东西啊。对，其实小茉莉其实是推荐大家去看的啊。小茉莉有点乱，小茉莉的叙事风格其实跟这个传统的这种电视剧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倒叙有插叙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看不明白，主要一点就是不习惯这种叙事方式。但是你们如果是经常看那个什么网飞啊，包括一些这个韩国的一些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其实在国外这种叙事风格其实还蛮常见的啊。有的人就可能就喜欢那个乡村爱情啊，或者说就是那个什么知否知否啊，或者说父母爱情啊，什么就这种叙事方式，很多人他都不包括我在拍这部剧的时候，小茉莉的时候，我就刻意的想绕一绕，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可能会有点看不懂，然后多看2遍，没想到其实这个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啊。小茉莉还有就是配音，对，小茉莉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配音。小茉莉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忙着工作，我在忙着就赚钱，我那个时候开了2家酒吧，啊，31岁的我拥有2家同性恋酒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是，找了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个恋爱，所以就是基本上谁也指不上，我就自己要弄2家酒吧，然后又开了就拍了一个小茉莉，所以就是精力上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就是在这个录音这一块儿，就当时就也是赶进度，所以就想着说后期配音，结果到后期配音的时候，其实很多演员也不太配合啊，所以就没办法啊。我在那个其实也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不配合，因为其实做后期的时候，其实这部剧已经拍完将近1-2个月了，所以大家也没太多的时间，而且很多人其实他也努力了，包括那个卡卡在后期这一块，他非常努力的在配音，但是他就只能配成那个样子，因为他本身他不懂配音，他不懂，就是你怎么配呢？对不对？因为他们大家都天南海北的，拍完戏以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啊，他能做到的，能达到的，他本身他演戏他都不太 OK， 但配音更不 OK 了啊。龙华店都没开多久，因为龙华店被举报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龙华店这个事儿啊，龙华店其实我们
是因为第一家店开得非常好。也可以不是说非常好吧，就是第一家店其实我们就比较的成功的就是一个运营模式，后来就想着说那龙华那个地方，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投资人，所以我们就说合伙人呢我们就开一家新店了，就开完了新店可能因为我们是没有做任何团购也没有做任何宣传的，但是你也知道同性恋的这种群体，其实就大家互相就是推荐，然后就那天好多人来啊，开业的当天就好多人来，所以我们旁边是那个一个 live house 啊，然后那个老板可能会有一点点嫉妒吧，就直接给我们举报啊。举报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同性恋聚集。其实也不愿别人举报啊，就是那些就是咱们同性恋的这帮这个顾客呀，哎呀，喝点酒啊，就在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其实是商场店这个他厕所就在外边嘛，在这个不到10点左右的时候，同性恋喝多了，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厕所旁边就开始搂啊亲呐。打闹啊，这对于附近的居民有很大的影响的啊！你们能想象吗？就是深圳的大概晚上9、10点钟，其实大家睡得比较晚，又是一个比较这个广场的一个性质的一个地方，所以通讯录可能喝多了以后就在那个厕所门前就是亲上了，所以这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被举报了，然后再加上就是确实我们的生意可能因为就是那个商场其实他就想做一个酒吧街，然后那个我们又是跟那个就旁边的那个酒吧几乎是同时装修同时开始试营业的，所以我们的生意就比他们好太多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但是确实是被举报了啊。所以后期就像电视剧就是绿豆那种，就是绿豆里边说的，后期其实我们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做酒吧需要有一些关系嘛这个就可以跟大家说，其实做酒吧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关系的。后期因为我谈恋爱也没有维系这个关系，所以我出事儿了，其实没人管啊，就是我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那种状态，所以后期这个店，在我开业5个月左右，我就它属于难产了，它属于难产了，所以后期我就放弃了，就是整个一个店，就坚持了5个月，亏本了嘛。对，是大哥突然不理人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做事情会比较高调，特别是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几乎不会有那种什么谈了恋爱就是隐藏这段关系，然后就是就是这种处理方式，我不会，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恋爱其实对方的感觉会比较，特别是像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对方可能会比较敏感，所以我每段关系都会跟大家去公布，跟大家去说出来，所以我一公布的话，有一些支持我的人可能就会，对，是吧？你们能体会这种感受吧？如果说你是支持我的一些人，包括会对我有一些好感的人，突然发现百里又谈恋爱了，那我这段时间，其实我就不太会打给百里了，因为他已经有恋爱了。一方面，也不是说吃醋啊，也不是怎么样，就是他身边已经有人了，我做再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小丑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不太会了不谈恋爱也轮不到他们呀，
不谈恋爱，你起码你是单身的状态啊，对吧？不谈恋爱，其实你如果说百里屠夫一直是单身的话，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也是单身，我也没想跟他怎么着，啊，我就想跟他生活当中或者说这个网络上互相的这个支持。你像我现在有很多的粉丝都在默默的在支持我，啊，包括就是到现在都会有一个粉丝，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现在都会有一个粉丝，他持续了2年的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他每个月都会往我支付宝里转100块钱，已经坚持了这2年到3年的时间了，每个月都会转，没有1个月没转的。所以那你说他们在支持什么呢？对不对？真的有人再去坚持，或者说再去做这样，就是对吧？是吧？你100块钱其实不多，但是能坚持下来，真的还挺让人就是意外的啊。默默支持，是的啊。是一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是粉丝，也没过多的去聊啊，就他也比较对。那我也转让你记得我啊，你应该不知道我的支付宝。我之前之所以大家知道我的支付宝，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卖衣服，所以有一些退款啊，或者说有一些就是收款可能在支付宝里面，所以就很多人就知道了啊，很多人是龙二怎么没有出演？龙二没有出演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啊。我跟龙二又不是说那个绑定的，就是哪怕他跟我是恋爱关系，我也不可能绑定他做所有的事儿啊。这种问题我也会觉得就是说回答了很多次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让大家理解。就每个人他每个阶段他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感受。他可以拍可以不拍，这个有什么一定要固定的呢？就好比你一直在吃面条，你每天早上都吃面条，那我今天我不吃面条，我吃饺子行不行？啊，我吃饺子行不行？它肯定是行的。这个东西它包括我今天可以吃饺子，但是你要问为什么原因我吃饺子了，可能是因为我在路上，或者说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给我推荐了饺子，我突然觉得饺子好吃。啊，突然觉得饺子好吃，那我以后我就开始吃饺子了。没有采访环节，人数就上不去了，是，很简单。就包括我也不会一直都做综艺啊，不会做网剧啊，我也会可能突然的就是放个假呀，或者说就是去那个。去旅个游啊，去那个什么上个学呀，我这些年其实自己的这个转变，包括尝试太多了感觉图图哥和二把刀很般配，现实生活当中般配合适吗？就是我觉得没有合适不合适一说，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跟二把刀这个年纪，可能对待感情处理的方式就不太会那么的自我。我会觉得说，特别是这个年纪的我，包括谈完两年感情的我，其实对感情有一些理解了，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谈过长时间的感情，对待感情也是一直非常自我的一个表达，包括会了解自己真实的需求，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抉择，
会很真实的考虑自己的情绪。但是现在，谈过2年的感情之后，可能对待感情可能更加的去从容，包括宽容啊、纵容，我觉得都有，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了啊。没有那么绝对了，因为之前可能就会一直都会觉得说，感情可能就真的有合适不合适，但是，我跟上一段感情其实一直都不合适，但是毅然决然的坚持了2年的时间，2年时间其实让我知道是，就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然后放弃了，确实也会觉得说挺难受的，因为这份难受，所以让自己下一段感情可能会更珍惜一些吧，所以会在有一些问题上可能会有退让，就比如说前2天的时候，因为剪辑的问题，二把刀就说话就特别那个呛，我让他改一些东西，特别特别呛，然后就是鸡头白脸的。像平时的我的话，如果说有人跟我呛的话，我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就可能就吵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那天其实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不想跟他说话，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问题所在。后来他就是认错，我也就给他的台阶就下了，就是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可能当时你是因为他的一些表达，你可能真生气了，但是转念想一想，这个生气可能不会影响到2个人的相处。可能你当时没消气，但是那个状态下，你也要给别人台阶下了，就是年纪大了，我年纪大了，可能对很多事情的包容度就高了，高了很多了。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去忍你嘛，对不对？是，谁都应该就是觉得你是百里屠夫，你会拍剧又怎样？你会写歌又怎样？你会演戏又怎样？你会写词又怎样？你会做生意又怎样？你有良好的身体和超长的待机又怎样？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其实大家相处其实就是一个感觉，生气也会很累。我觉得生气不累，但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主动去，因为我们在感情里边都有低下头去，低下头求和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无论说谁对谁错，大家能低下头去承认错误，就挺好的了。你现在让我去低下头去承认错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脾气就特别执拗，然后不给我台阶下的话，我会心里会很难受。所以就是，那你就互相体谅呗，能咋整？是不是？剪辑这些付出很多，是的，他这次剪辑付出了很多。我们后期是这样分配的，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就是说这部剧呢，我们就多花点钱，然后预算其实是在20万左右，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20万其实只是前期拍摄的费用，那后期的费用其实可能还得将近10万、15万左右，但是我们的预算已经超了嘛。所以我们在后期这一块呢，剪辑师，他只包括剪辑，就是我们的剪辑师只包括剪辑，不包括调色，不包括调整声音，不包括上字幕，不包括那个，反正就后期包装都不包括。所以我们拿到了他剪辑的版本以后，我们又发现就是他剪辑的版本跟我们预想的也不太一样，就是它等于就是它的剪辑版本在我们眼里可能只完成了50%，
我作为导演来讲的话，就是后期的剪辑，后期我又自己再去剪，我剪完了之后，二把刀去做调色，去做这个声音处理，去做这个字幕的一个调整，所以就是我俩其实分工合作，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为什么这一次的剧让大家觉得会比较的流畅和完整呢？其实是因为二把刀可能没日没夜的再去剪这个东西啊，其实剪辑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哪怕就是我们剪辑完成的很好，但是声音要处理很久，包括颜色要处理很久。叨叨辛苦是，就是有的人说是因为那个我上学，所以因为我今年来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之后，大家会觉得说这次作品是因为进修的缘故。其实我在拍这部剧的时候没开学，所以其实这就是我平时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理解，也没有说因为学习去改变。其实更多的我们这次最大的突破其实就是后期。你们要知道，其实后期是非常非常，就是可能拍摄占60%，后期占40%，所以后期现在有一个人去帮我一起去完成，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太幸福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花钱去找别人剪辑师是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点一点抠，你的身边的人，了解你的人可能会一点一点帮你去抠，这个太重要了啊。剪辑10多集啊，我不说了吗？10多集，看一下。感情里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都会找年纪比较小的，我只有一任可能比我年纪大，剩下都比我年纪小，所以我一直都找年纪小的人，那你自然而然可能会在社会角色里边可能就会让自己强硬起来。但是这一次虽然说叨叨也比我年纪小，但是毕竟是同龄人，毕竟是同龄人，所以就不用自己就强装，就是装着社会精英，或者说装着这个聪明人，然后去应对这些。这次其实也比较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现在不太会去接触别人了，那就我俩的生活里边就没有必要，对吧？就没有必要去让自己特别特别成熟啊。这段感情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学会了撒娇吧。我觉得撒娇很重要。我之前在所有的关系里不太会撒娇，不太会柔和的处理，也不太会就是放下那个架子。对，我之前就很没办法，就是包括我前任，包括就是几个前任，其实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一个非常成熟老道的一个私企小老板，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神通强大的一个这个名媛之类的，可能在他们眼里，我就什么事儿我都击不倒我，然后就觉得我社会
门路会比较多，其实不是这样，我也是个，我也是第一次做生意，我也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之所以自己强硬，之所以自己就是那么尖锐，其实就是因为，就是你要支撑下去啊，你要支撑下去。谢谢 Joke 的关注，哎，谢谢拳头大哥。拳头大哥今天没有选到飞，有点着急了，感觉不太开心。我这是你，谢谢，谢谢拳头大哥。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跟拳头大哥说点什么才能让他感受到我心里的这份感动。我只想说，拳头大哥，你一直特别高调的，特别直接的出现在直播间里，你的一切我们虽然说都不了解，但是总觉得你就在身边的，你就是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么长时间的接触，4-5个月啊，4-5个月接触可能有150天的时间啊，一直都好奇你到底是什么身材、什么身份，包括说话声音是怎么样，然后好奇你的牧马人是不是有加装改造之类的，然后也不知道你除了牧马人还有其他车不，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再转我20块钱，然后让我买个宵夜，这其实都很好奇。我的支付宝可以给你，但希望你不要转太多。对，好感动。是需要20，你俩先联系哈，不开玩笑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咱们这个抓紧时间，继续的来进行连线啊。刚才就是聊了很多，总而言之就是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呢？就其实这个剧啊，这个期待大家能够就是说喜欢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其实是第一部没有投资的剧，这部剧是完完全全我自己做的一部剧，没有任何投资。之前的剧包括跟我回家呀、小茉莉啊，还有芝麻系列啊，都是有人投资。这部可能依然是没有太去尽到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的一部剧，但是起码这部剧吧，我们算是用了60%的力气去做的剧啊，60%做的剧啊，可能整体花了25万左右。所以这次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实我只想说就是，包括你们其实看了很多电影啊，包括电视剧，可能你们有点失望，主要原因其实作为一个制作方来讲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啊，资金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今天我们继续连线什么呢？连线就是交友啊、涨粉啊，包括这个谈恋爱的一个连线啊。如果是你生活当中需要朋友，然后包括你是一个小网红，你在抖音上有几千的粉丝，你想涨一涨粉丝，包括你想有一些舔狗，包括你想有一些大哥在我的直播间啊，都可以来进行连线。因为其实全都这么多年，除了我，他看了不少的主播了。他零零散散的，就像那个三台童子一样，给别人刷了好多了。所以你在我的直播间里，你首先你要上来第一句话，你要感谢本直播的这个支持方啊，赞助方，
拳头大哥啊，这个说不定就你下次你在直播的时候，拳头大哥咔给你刷个3000的，对不对？拳头大哥还可以啊，这个抠走啊，而且他拳头大哥最好的一点就是我遇到这么多的大哥啊，其实没有说私底下就是我遇到大哥没有私底下就是说聊着你想跟你就是私底下见面或者说想潜规则你没有，但是呢那方大哥多多少少会给你呈现出我喜欢你的这种状态，但全都不会，全都就是刷了这么多钱他也没有说百里我喜欢你，后来我终于找到理由了，他喜欢2把刀。这个人其实在我身边潜伏了这么久，是不是啊？他喜欢眼神，他喜欢2把刀这种，所以就是他其实他给我刷的每一个礼物，其实我觉得他都想让我浮躁，让我飘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跟2把刀在一起了。他想让我就是被这个金钱冲昏头脑，但其实我现在尽量的在控制自己，希望他跟2把刀永远不能在一起，不论2把刀跟不跟我在一起，我都希望他俩永远不可能。我希望2把刀跟我在一起以后，就是这辈子只做0，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全都。我是 CP 粉，谢谢，好嘞，好，想跟我进行连线的包括你们有对象的也可以进行连线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交朋友啊，没对象的咱们在直播间里找对象，有对象的咱们就是交朋友啊。但我直播间里就是严禁，就是大家就是私底下就是约不行，约不行啊，这个因为我这个直播不能说那个约，就是约我是非常讨厌的啊。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他就很喜欢约，但是后来就是我就总去说他，后来他就不敢在我面前提约的这个事儿，因为约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传播，我其实就很恐怖，我觉得这个很恐怖，所以希望是生活当中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你可以买一个就是买一个模具啊，你自己去就是尝试一下，说不定模具可能更省钱更省事儿啊，更省钱更省事儿啊，所以就是真的大家不要太去小瞧这个事情。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就你们在外边就是约的一些人，他们不可能只跟你约，就是跟你约的人，他不可能说只跟你约，他可能每天要跟很多人约，他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他上一个刚结束的，所以他可能身体里还残留着别人的痕迹，或者说有一些对吧？可能你可能就是非常激动啊，男神过来了，然后就跟他 kiss 一下吧，那他的嘴可能刚含过别人的什么什么。他可能没有漱口，因为你喜欢他，所以你感受不到他嘴里的味道啊！想想多可怕！你男神的嘴，你一直都觉得说特别柔软、特别细腻、特别就是粉粉的这种小嘴儿，没想到包括他光滑的后背，你没想到那上面残存着别人的尿液他湿湿的头发，没想到是跟别人大汗淋漓，没有来得及去洗的澡，你没想到，是不是？这些东西我真的不吓唬大家不吓唬大家。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
对，约的话真的不好，给你听精神了，安全为主。我真的不喜欢约，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长时间约的话，他会对感情生活，就是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他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对，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别提其他主播了，什么其他主播？找个老公有没有胖大叔？有，直播间里胖子特别多。我一连线问200多斤，多高？1.58米，200多斤，我的天！他就像我的一个夹丝棍一样，就像我的一个电视棍一样。不喜欢太胖的不喜欢太胖的，那你这，咱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找一找，来想连线的想连线的，咱们可以现在进行连线了，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在我的直播间里，就是可能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在我的直播间里都会这个表达的非常清晰，因为我会循序渐进的问出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所以不用紧张。来，我们期待着今天第一位的连线者，因为现在时间也是11:16了我们可能尽快的就多连几个来。哇，哎呦，太感动了，这跟大明星连线了。你稍微等一下，我连一下蓝牙，你稍微等一下，好不好？能听到，非常清晰。好的，好，我怎么称呼您？叫我小胖吧。小胖，哪里人？我是辽宁的。辽宁哪里啊？沈阳。沈阳，现在就在沈阳，是不是？对。年纪多大呀39。39，身高呢176。176，体重92。职业呢？职业就是个体。个体是做什么行业的呢？数码配件，做配件的。数码配件，好，数码。收入？这是按年说吗？都可以。不用，这说吧，无所谓的，对，我觉得这个无所谓。7位数吧，7位数以上。7位数是100万。好，收入100万。然后呢，那个属性呢？是1是0？1。有什么怪癖吗？没有，一点都没有。袜子、内裤、皮鞋、正装、快递员、外卖员，没有吗？不讨厌吧，就是比如说对方要穿白袜子，或者我会喜欢，但是我没有说必须。但是他比如说穿正装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也不是必须。但是你说的这些，我感觉我可以接受的都。就反正穿了是加分的，对不对？对，好，还可以。好，都玩。哎呦，恋爱史有几段感情？4段。4段，好。结婚了吗？以后会不会结婚？行婚结束了。好，行婚了，结束了。好。能接受异地恋吗？不接受。你现在是单身是吧？是。讨厌什么类型啊？
我只接受熊。讨厌瘦的。嗯，好，那学历能说吗？本科本科学什么专业呢？学软件研发。哦，那跟你这行还蛮大的啊。是嗯，有没有健身？没有，一直都没有吗？没有，没时间。好，单身多久了？嗯，1个月。我喜欢什么类型啊？就是只喜欢熊，年纪有没有要求？不能比我大吧？好，嗯，年纪太小行吗？比如说25以下行吗？哎，这个没有要求。感觉你是个年纪小，然后那个比如说单眼皮、双眼皮有要求吗？这个还是看感觉，我喜欢脸肉多一点的，就像百里这样，就是脸肉有一点肉的那种。好，脸大。脸稍微有点肉。嗯，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小胖，39岁，身高1米76，体重是92公斤，然后现在是做数码行业啊，数码配件行业，年收入100万，然后是个一，现在在辽宁沈阳，然后怪癖呢都可以尝试，感情一共谈了4段，喜欢小熊，然后脸稍微肉一点儿的。现在已经就是行婚结束了，就没有婚姻的压力啊，不可以接受就是异地恋，讨厌比较瘦的。现在学历是本科，没有在健身，单身1个月了，想问一下你现在是来找恋爱的，是不是？我就我就我就刚进到你的直播间，然后我就马上点连线了，我看你能连接，然后我就看我直接就连上了。可以啊，啊，可就是以。找恋爱哈。嗯，那这个你，针对你这些条件，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年收入百万这件事情。年收入百万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你现在年收入百万，依然要很辛苦的去维系这种收入吗？其实你指的就是说我需要，其实我还挺喜欢工作的，就是工作之余就是旅行，没有别的，我社交不多，然后我也你所谓的旅行是开车一个人去就是几个人去自驾呢，还是去别的城市住着那种5星级、6星级的酒店呢？呃自驾的不会特别多，因为我家这附近没有太美的景色，但是我好，接受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自驾，这种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像你说，嗯去酒店住那个，一般都在三亚嘛，我年年都啊，会去的。嗯，好，所以年收入百万的话，你现在可以退休吗？你觉得其实可以的，其实可我都想，以退休？我都嗯，可以，我想不想干了，但是又感觉又舍不得，又感觉这行业你说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又感觉如果你要是说要干这行的话，你嗯，就得投入精力，没有说我是，当甩手掌柜，你就要分心啊。你要所以说这个吧，我也一直在考虑我要干多久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不干了，我就是脱手了。但是我嗯还不是那种性格的人。嗯，所以现在其实工作是你的一个追求，你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嗯，有但是如果那一点。说你谈恋爱了之后，因为我感觉如果说就是年收入百万的话，他要维系这个百万收入的话，应该会非常的忙。但是如果说你谈恋爱的话，有没有时间去跟他谈恋爱呢？可以啊，那有什么？他可以帮我忙都可以啊。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对象可以涉及到你的工作生活圈子，对吧？嗯，可以。因为其实百万的人，我也就是年收入百万的人，我也有接触过。年收嗯，入百万的人，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太啊、愿意接触这个他的工作是吧？是的，就是嗯有所保留啊。嗯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去让对方去出现在你的生活和工作里边的，这个很难得啊。嗯，
所以分手1个月了，单身1个月了，想问一下，就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性格不合吧？在一起多久发现性格不合2年多。？2年多发现性格不合，你觉得这是 OK 的吗？我觉得2年发现性格不合，其实有一点点扯，我觉得这有点扯。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感觉你能说的真诚一点吗？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性格不合的话，我觉得这个面儿太大了。完了。哎呀，我不想欺骗你，对，我我觉得要不就是他不上进，要不就是他就是可能在你身边一直图你的钱，让你发觉了，要么呢就是这个人可能偷吃了，或者说你偷吃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哎呀，我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就是你是我的偶像嘛，然后平时也没有，我早就关注你了，然后也没有太多交流，然后这次，其实我有对象，但是我不想欺骗你了。好，有对象哈，那我就觉得理解了啊，有对象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大家其实交朋友就好了。那你交朋友可以。对你是奔我来的吗？是我我是奔你来的。啊，奔我来的啊。那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跟我说你没对象的话，你有想过就是咱俩见面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儿吗？当然可以了，那太愿意了。就是你跟你对象现在是开放的关系是吗？哎呀，还不算是吧？就是你可以偷着来，是不是？哎呀妈，怎么说呢？就是，哎呀，也不怎么偷。他一偷的话，哎呀，就总有麻烦。他能发现吗？咱俩到那个别的城市开心一下，他能发现吗？他肯定能发现的，因为为什么呀？我们那个车是有定位的，然后我们做的事业都有监控。就是我在不工作的时候肯定是在家，我不在家的时候肯定在工作。他想找到我，就是一下就能找到我。我要是开车出去的话，手机都有定位，一下就知道我在哪里。我的天呐，那所以就是你其实平时有贼心没贼胆的那个状态。你说我们男人嘛，这实话实说，谁不都有？但是我和我媳妇儿怎么说？哎呀妈呀，就是这样的，没有，我就感觉现在说实话就没啥追求了，实话就是看看你们，就是解解馋嘛。这个馋，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说2年的关系，如哪果说有啊？哪有2年多？我觉得很多年了，是不7年多，是？7年多了。7年多了，那你就是老生常谈，就是说7年多了，你觉得你会尝试3个人吗？这个可以接受，实话。那真有啥说啥，这玩意儿没有啥那啥的。但是你会觉得3个人稳定吗？你觉得？说实话，对新加入那个人肯定是有一不公平啊，对吧？不公平，对，毕竟我俩感情更深嘛。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其实第3个人一直在换，其实最稳定的还是你俩。哎呀，可以考虑吧。所以我再看一下啊，就是说，你对象是多大年纪啊？他比我小1岁。啊，那应该很合得来，而且就是三观其实比较统一的一种状态啊。他说有钱人思想就是不一样，好开放。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次数啊，还次什么，这字儿不是。其实像我们圈子里边，就是这种太多了，就是尤其是这种时间长的，我觉得我3个人，我觉得要比2个人背对着偷吃，我感觉我个人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事情吧，很多人都可以偷摸的去做，但如果说他放在明面上做，大家也别嘲笑他的这个行为。相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蛮有勇气的人。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他会把自己就是有一些主播，咱们就是说，因为我其实听说过很多主播的一些事儿，他们在直播上也在聊自己跟大哥，包括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主播说，
买了一辆车，然后他在那个评论区里说那个感谢大哥这个让我有的一辆车，我觉得这种行为其实是蛮有勇气的。包括有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直播这个行业可能大家都比较假，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表达自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要能把直播坚持下来，我觉得蛮有道行的。所以大家不用嘲笑这个勇敢的人啊。而且其实其实这个社会啊，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就是说一直活在自己的认知里边，你也要允许别的颜色，对不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彼此都商量来，然后能够接受第三个人，并且第三个人也能够接受彼此的话，我觉得，哎呀，以前是不能接受的，实话。你有过这样的行为吗？就是你有过这样的尝试吗？不好意思说，不有说了。啥不好意思说的？你在我心里就是现在就挺烂的。哎呦我天呐，没事儿说。我那个肯定有过。呃，所以坚持了多久？没有不坚持，就是我们一般我都旅行，就是玩玩。我们是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是说在本地这样。本地的话，我怕有一些麻烦什么，毕竟自己是还做点小生意嘛，然后是怕有一些骚之类的。是，对，有一些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了，然后上你的公司里闹一闹，或者说你的社交圈子里闹一闹，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我感觉没有必要的麻烦就没有必要。好，但是所以现在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7年了，有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就是说要跟他一直到最后吗？还是会觉得说这个就顺其自然了？其实应该是最后吧，因为咱俩彼此经历过很多，像我俩在做这个行业，然后都是彼此互相搀扶着走到今天，然后能做出这个成绩，就挺不容易的。然后并且有一些东西就捆绑的比较死一点。嗯，哎，你的另一半今天没跟你一起直播呢？他在那块躺着呢。啊，你能接受4个人吗？太好了嘛，那我就提前就过去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订机票了。行行，咱们就是后期就联系啊，联系。联系，然后我可以演一个你们的男四、男三都可以，给我露个脸的机会也可以，这样。行行，所以我听出来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其实对生活其实还是充满了热情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我不知道你这个年收入100万到底是虚构的还是就是真实的，但其实我身边的年收入100万的人，其实他们说话都没有像你这种激情了，是不他们是？说话都死气沉沉的。我昨天从泰国回来，嗯我带着家人，就是我的表哥、嗯表姐、我的爸爸，总共7个人，还有我一些孩子。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带他们去泰国玩呢？就是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激情了，就感觉想要的东西也都有，然后不知道什么可以使我快乐。但是我这个人呢，还比较喜欢就是家庭啊，这个就是性格本身就偏外向，然后呢，家庭这种氛围感我还比较在意，然后我就张罗了去这次旅行，当然后家庭条件他们都还可以，然后我就在泰国就多分担了一些，当然了，他们肯定也要，我们是跟团走的，因为我要不跟团的话，人太多了，我真照不过来，我要打车什么的干啥的，就我一个明白的，然后他们都没出过国，然后团费他们拿的，然后剩下在泰国一些自己的消费呀、就是自由那个不得有一些自费项目啊，玩的什么，大多数就是我来承担一些。所以我会觉得说，东北人其实骨子里
确实是比南方的人要大方一些，就是因为东北人其实他有一点点，就是像这个小胖他的这个描述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乐趣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责任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承担。你在家人面前去买单，在朋友面前买单，其实真的嗯，有成就感，就就是增加我自己的使命感啊。就是我之所以要跟你分享这事，就是说，说实话，就像你说的，就你说的很对，就想要快乐的事儿太少了。是，我不断的去找一些可以使我快乐的事儿，我就感觉跟他们在一起前，一起玩的时候会特别的开心和快乐。好，感谢小胖跟我们交流这么多。现在92公斤，会不会有一点点胖啊？啊，这次旅行回来是90了，现在。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因为你年纪不小了，是吧？然后你92公斤其实还蛮重的，虽然说我也94，但是我会觉得说真的，哎呀，身体其实挺疲惫的，就是太胖的话。嗯，嗯，太胖的话会疲惫啊，所以看不出。还是希望你就是能够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我感觉你是家里和这个朋友之间的顶梁柱，所以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同时谢谢你。也希望，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可以投一下我们的下一部剧，可以给你安排角色。可以，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好了，那可以跟。咱们就是开个玩笑，然后希望你今天就过得开心一点，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您说那需要投多少钱呢？这个就开玩笑的啊，啊，本身就是这个，咱们也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如果说这个以后你真想投的话，咱们就是这个事儿不是刻意说的，咱们有机会，咱们自然而然会那有接触。可以跟男一产生就是感情戏吗？就那种。男一啊，可能我们下一步男一是那个泰国那边，就是那个什么娘娘腔日记那种。哎呦，不是你了。你要能接受，我也可以安排啊。那好了，不打扰你了，你赶好嘞，快留意下一个吧，拜拜。好好好，拜拜，小胖，拜拜，拜拜，哎，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你好，诶，你好，怎么称呼是啊？我是你，吉祥，叫我吉祥就好了。吉祥，吉祥如意的吉祥。好嘞，哪里人？我是广东揭阳的潮汕人，好，广东，现在在哪里啊？也在潮汕。好，哪里？就是多大年纪啊？我今年21岁，21岁，身高多高？身高170，体重呢？体重80公斤。职业？我是做广告策划的，广告？收入多少？我就普通的工薪阶层了，也没有说到十几万那样子。大概多少？收入啊，啊你写6到7吧。啊，6到7K 啊。属性是1还是0？我是1，我希望就是大家来这个直播间就是稍微诚实一点。真是1，真是1。别听我感觉我说话母母的，但我属性真是1。好，是的有什么怪癖吗？比较喜欢人夫，感觉你还是找老公啊？没有啦，找像你这样的，像你这样子的可爱的好灵，好，人夫，是袜子、内裤、皮鞋还有正装有没有？蛮喜欢正装的吧？正装，好嘞。是有谈过几段感情呢？谈过2段，单身多久了？单身快1年多了。连线是来找恋爱是不是？可以啊，
如果可好，以，好，那你以后会结婚吗？你觉得？我不会，我是全出柜状态。好，出柜了，对，能接受异地恋吗？微接受吧，广微东省接受。对，广东省内或者是周边城市。好，讨厌什么类型？喜欢熊啊。不是，讨厌什么类型？哦，讨厌什么类型？嗯，倒也没有很讨厌，就不太喜欢很瘦的。好，瘦的不行。对，然后学历能说吗？我是专科，中专、呃，大专。大专，对，有健身吗？没有哎。好，喜欢什么类型？喜欢熊，还有呢？喜欢熊，喜欢狒狒，喜欢年纪比我大的。年纪比你大的，大多少呢？呃，大个差不多10来岁这种是我的上限了。好，31岁以内。嗯，好，吉祥这个21岁，身高1米70，体重80公斤，现在是做广告，然后收入在6000到7000，广东揭阳人，然后现在在潮汕，是不是啊在潮汕哈。对，潮汕。然后呢，这个属性是一，怪癖呢是喜欢，就是他就喜欢正装人夫啊，有两段感情经历，喜欢熊狒狒，年纪大31岁以内的啊，然后已经出柜了啊，就是可以轻微的异地恋啊，讨对，厌瘦的人，学历是大专，没有健身，单身1年多了。想问一下，现在在潮汕工作机会多吗？潮汕其实就业市场还蛮那个压缩的。压缩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大环境都一样，特别是潮汕这种地方，本身就是属于小县城啊，然后大家都是很稳定的，就不会再说想要去离职什么的。所所以其实，以所以你的工作其实还蛮稳定的，对对对也不敢轻易的辞职。对对对，不敢那有辞。想过，就是说，如果谈了一段感情，可以去对方的城市，有想过吗？有诶，肯定对这种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幻想的。所以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潮汕可能是一个小城市，之前为什么没有去别的城市发展？因为我觉得我的自身能力还是只适合在小县城这种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宁愿在那个一群鸡里面当凤凰，我都不愿意在凤凰里面当尾巴的人。行，呃，两段感情经历，为什么最后一段感情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我操控欲太强了，这个确实是，嗯、对，不有点。你大概是怎么操控欲强的？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具体的事件。是这样的，我跟他谈了1年多嘛，第二嗯段感情。嗯，然后差不多在接近分手的前几个月，我们是很少联系的那种。我们是同个城市的，都在为一个小县。什么很少联系呢？嗯，就是也确实是因为我们是同事，之前是同事认识的，开启了这段感情，然后后面各自离职了之后，工作减少了，然后私底下见面的机会也减少了。为什么你们是恋爱关系，而且在同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减少呢？可能一开始我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也是喜欢熊的那种，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个猴。你1米7，80公斤，算是肉肉的啊，不算是猴儿啊。对，可能我也不是他很喜欢的类型，到后面就是新鲜感没有了。然后可能我也是觉得他换了工作之后，有了新的人，喜欢的人之后，对我也开始有点冷淡了。然后我又很倔，就那个所以分手是谁提的？是他。哦，但是我觉得他不理你这种状态，其实他心里其实就有想分手这件事情吧。对对对，肯定是的。他可能就是想拖着你，让你去做一些事情，他选择跟你分手。
是我有一次说冷不丁的跟他讲了说，我感觉我们联系好像越来越少了，然后他就说那分了吧，我真的累了，这样就分了。好，我大概明白了。所以你觉得你在感情里都是主动赔钱货吗？对我偏那个吧，偏主动一点。所以你很容易让人不珍惜你，对不对？倒也没有这么倒贴啦。再下一个问题，如果说对方是一的话，是纯一的话，你愿意为对方去做零吗？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慢慢那个吧，慢慢尝试，没所以有办法说你现在就一次。是觉得说不能做零，主要原因是怕痛，还是觉得心里对，就像你就会觉得很说的，脏，怕痛。怕痛而已啊？对，如果说我觉得其实有些零，我真的给有一些就是害怕做零，以后马上做零的人一些忠告，其实做零这件事情，可能你一开始痛，你要珍惜这种痛感，后面可能你就没什么感觉了。是吗？其实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讲说，做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我就真的想说，到底是谁在爽？二把刀啊，他说那个做零很爽，然后到底是谁在爽啊？好，可以，呃我们来看一下6K 到7K 够你个人花吗？你觉得？够的，够的。对我来讲，所以你觉得感情，以后如果同居的话，你是习惯 AA 制，还是说，大家就是谁花都无所谓之类的？对我偏向后者吧，就就是你不是我太喜欢 可以成 AA 为，制的那种形式，对吧？对我觉得 AA 制有点像陌生人。好，所以在揭阳的话，通讯录朋友会比较多吗？会耶，我身边其实都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也不能叫混圈吧，但我身边的人确实是男同也蛮多的。哦，那你在潮汕有听过百里屠夫的酒吧吗？哦，你有开到潮汕过来吗？我开到深圳啊，哦，真的吗？你现在还在对，营业还是？没有了。但可惜。是我这因为有好多你们潮汕那个一些 gay 会来我们酒吧，对，我觉得广东 gay 吧还蛮那个的，蛮是。少的，特别是潮汕。好，那总结一下，这个吉祥21岁，身高1.70米，体重80，现在是广告，然后收入是6000到7K，然后呢就喜欢稍微年纪长一点的熊。如果说大家对他有感兴趣的话，请扣一。我们来看一看吉祥的外表，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如真的吗？果说对他的形象感兴趣的话，请扣一。来。我压力还蛮大的。你压力要，你压力，我觉得主要是来源于看看有没有人扣一。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你是一的这个事情可能比较质疑。来，五、这种四、自然选择上我从来没有胜算。3、2、1，哇哦，哇，比较遗憾，因为我们哎来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3个1以上啊，咱们就可以看看那个对方的形象的问题啊。你的主页里有你的视频或者照片吗？有。有有有，好，我们来看一看黄头发的一。这个是我在电梯上班很无语的时候拍的。但其实你还蛮就是张震岳，对他有星象的一个人啊，啊，谢谢。对，他是有星象而且很洋气的一个人。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就是你有点大圈儿的长相，你有点不像熊圈儿的，你有点是，我觉得像那种，
你有点像那种就是就是那种韩国或者说那个泰国那边的，就是那种通讯录剧的那个男主角的那种长相。哦，是吗？对，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会看泰剧。哦，对，就我觉得我不是熊圈的那个审美，但我又很喜欢熊圈。好，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吉祥感兴趣的话，请这个私底下就关注他，然后大家可以主动一点跟这个吉祥聊聊天儿，然后包括如果说你也在广东地区的话，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下，因为他有一点点小要求，就是什么呢？就尽量的这个相距的距离可能不要特别的远啊，所以大家对啊，真的不胖，他完全不胖，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私聊。同时也希望吉祥如果说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在这里也是期待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好的，包的包的，好的，就这样，那咱们有时间再联系，拜拜。哎。拜拜。挺好的，好。如果说你也想交友，你也想连线，你也想谈个恋爱的话，记得百里屠夫的直播间，然后咱们就是赶紧进行连线，点击连线就可以跟百里聊聊你的生活，然后咱们去交交友嘛。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交不到朋友，其实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也没有人去指引你去怎么去认识朋友。其实在我的直播间里，其实大家就放松一点儿啊。这有的时候大家看我直播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强硬，其实是真的要给大家辟个谣，就是什么呢？我是对那些黑我的人，或者说那种就是喷子可能会比较严格，但其实对这个一对一的交朋友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柔和的啊。你们这几天看我直播也能看出来啊。来，如果说你也想交朋友，你也想聊天的话，赶紧跟我连线，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前面看这个两位连线，其实大家都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啊。来，刚才有一个人点了一下，害怕了，然后又缩回去了。你好快呀、来，我们来连下一位。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有有声音。伊朗，伊朗伊朗对，以及龙，一激愣，年纪多大？38，38，哪里人？台湾人，台湾人现在在台湾是吧？在曼谷。在曼谷，是去大趴了吗？在这边工作，在这边工作，外派好，台干。好，台湾人，身高能说吗？身高体重？身高177，体重72。你177在那个台湾算是蛮高的吧？对，我觉得算蛮高的吧。行，咱们是什么工作呀？是职业能说吗？呃，要怎么说？餐厅的产品研发。你是厨师吗？我不算厨师就是内部升迁到一个职位这样子。啊，就属于跟那个厨师一起去研发。嗯，要怎么说？就是研发产品的部门啊，研发产品的部门。你们就收集这个收集就是市场的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呃这个顾客喜欢的，然后结合这个餐厅这个意见，然后去研发，是不是？有点类似吧，就是自好己的餐厅做研发菜单这样子。好，餐饮研发好，能说收入吗？收入大概多少？我现在收入是泰铢收入我要讲泰铢吗？人民币泰铢大概人民币多少？大概这样子换算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那泰你是铢8到9万，8到9万是什么？这样泰铢是多少？我也不八太到九清楚。
8到9万泰铢吗？对，好，8但到9万泰铢。但属性年纪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能说吗？1还是0？0.5，0.5偏几？目0.5前偏零比较多。啊，偏0，没关系啊。有什么怪癖吗？怪癖还蛮多的。蛮多的，比如这就隐晦一点说，我问你嘛，就是 SM 有吗？有轻微的还是比较重的？轻轻的，轻微的，然后正装有吧？有袜子、内裤有吗？内裤，农牛有吗？没有。正装 SM，然后袜子是黑袜、白袜，白黑都有，反正就是棉质的，不喜欢那个丝袜之类的哈。丝袜的也可以，如果穿正装的话。好，有几段感情？认真的2段吧，不认真的20段吗？不认真的没有，就是朋友交朋友。啊，呃，结婚了吗？没结婚。以后也不会结婚。如果跟男的可以，好，异地恋能接受吗？可以。可以。讨厌什么类型？你说喜欢哪一种类型吗？讨厌，讨厌哦，什么类型？讨厌，嗯，没有讨厌的类型诶。都可以，不挑。就是看得顺眼的，看顺眼也就是谁，没有说不。哪样的不顺眼？比如说长头发，比如说他那个大眼睛、双眼皮的，比如说他嘴大啊。长头发没办法，长头发没办法，就唯一长头发没办法。好，学历学历专科，专科是在那边是多，好，专科要专科。怎么讲？有健身吗？有健身吧？有在运动，在坚持了多久？坚持了3年了，3年。好，单身多久了？4年了。4年了。然后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不喜欢？不太喜欢吼，其他类型都可以。好，那年纪有要求吗？年纪35以上吧，以上上多少？60 OK 吗？到60可以。哇哦，好，我感觉你喜欢的 daddy 的那种熊吧？就是我喜欢外表成熟一点的，好嘞。内心也啊，成熟的。一郎这个是台湾人，年纪是38岁，身高1米77，体重72，然后做餐饮研发，收入是泰铢的8至9万，然后0.5偏零，怪癖比较多啊，有正装 SM，还有袜子，然后谈了2段感情，不喜欢长发，然后不会结婚，可以异地恋。专科的学历，健身有3年的时间，单身了4年，然后喜欢稍微成熟一点的，呃，稍微壮一点的一个类型，是不是？也不用太壮，就是不要太瘦就好了。所以你健身3年，会不会对身材会有很高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他要没有赘肉之类的。哎，这点我还不会耶，因为对我不会追求那面对那对方身材种，姣好。就是健身特别大只、特别精干的那种身材，比如说他就是体脂比较低的那种，会不会更有兴趣？欣赏，但如果比起跟肉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肉一点的。所以你喜欢的类型其实是比较接近生活的那种状态的人，不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频繁的在健身房，然后特别精致的那种。
对的，对的，好厉害哦。好，你现在是在泰国多久了？外派在这边3年多了吧？3年多在泰国也没有谈恋爱，为什么呢？我可能也爱玩吧。爱玩的意思就是因为泰国，你是在曼谷是不是？对，我在曼谷，那在曼谷每一年的某一个时间段会不会眼花缭乱了？不止某一个时间段吧。所以就是，其实泰国，你觉得自己能够在那边很长时间，主要原因也是来源于那边很自由，是不是？对，比较自由，比较多元，比较没那么有拘束。对我这好，种类型的也比较喜欢的也比较多元化。好，呃，说是你的健身吧，你当时你健身主要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契机下你觉哦，得你要去健身？就是跟上一段分开之后，然嗯，后就觉得要把自己变得高，因为我其实在3年前体重才58公斤而已，不是，哦，那你非常瘦，非常瘦。因为你上一段感情有因为你的身材导致了结果吗？其实也没有诶，只是就觉得自己好像想要让更多人喜欢我，所以才去做改变。所以尺度稍微大一点，更多人喜欢，可以接受多人吗？这真的在这边讲？你就说可不可以嘛我我思想还蛮开放的。？OK，那就是可以。对，所以其实你觉得，如果说一个人跟你谈恋爱的话，如果没有那方面的生活的话，你觉得你 OK 吗？我呃，哇，好难呐！如果他是我的理想型的话，但是可嗯，他就不可以做那个事情，你要怎么取舍呢？那我们可以先沟通嘛，沟通嘛，就是沟通。嗯，对。好。沟通的意思就是说，慢慢去消耗自己对他的喜欢，然后可能就祛魅了，然后就结束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从你的就是呈现的内容里边，我觉得其实那方面的生活对你很重要。某部分时段来讲蛮重要的，但某部分我又可以不需要，某部分时间我又可以不需要，就是某部分需要的情况是晚上，不需要是因为白天吗？也没有。其实老实讲，我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对了，啊、对，所以我觉得我某部分来讲，我可以不需要也没关系。好。两段感情，这两段感情你更偏爱哪一段呢？第一段还是第二段？都偏爱欸怎么办？因为第一段是我年轻的时候，第二段是我步入社会的时候。那我们就聊聊步入社会的这一段，因为我觉得初恋其实大家可能会对他有滤镜，但是如果说你步入社会里以后，你还认同他，我觉得这段感情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这段关系里边，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人分开呢？其实这一段关系也是蛮复杂的，就是我在认识我这一任之前，其实我是第三者，我是第三者。OK，应该说前一任他没有跟那一个分干净，但我已经跟他已经开始就是时间有重叠到。对对对，这个关系会分维系了几年？就是第一三者的关年半。系，第三者啊，那我的关系。大概维持了1个多月，然后他就正式跟原本的前任分手，然后
然后就只剩下我们，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子。所以更刺激的问题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跟这个台湾人或者说这个外国的一些朋友去交流，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思想可能没有那么的固化，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当第三者之后，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话，你以后会不会你也会被第三者呢？你有考虑过这会，个问题吗？我分手的原因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好像是因果循环嘛，就是你怎么得到这个人，你后续你就会以什么原因而分开。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因为我以所以对，你觉得你的前任，呃，他是一个很花心的人吗？我觉得他不花心，但他会跟他以前交往过的人还会有联络。所以是那个人替代了你。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分手之后我搬出来，他就马上就有对，就跟他某一任又在一起，某一个前任又回去在一起这样子。不是你想的那个前任，是不是不前任是不是，更浅的是人。更浅的，对对对对好，对。好，所以这段关系真正的分手原因是什么呀？其实我也那时候也年轻，我才20几岁而已，28。是那时候就是爱玩吧，也是爱玩啊，也是爱玩。爱玩，爱玩的意思是爱玩的意思就是喜欢晚上去喝酒，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喝所以我晚上酒，喝酒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呢？其他事情发生就在酒吧，事情发生就好了，就是不会带回，就是不会离开酒吧的事情就不会做了。那我的理解是在酒吧里可以跟别人有好感，可以亲亲抱抱，但是不会去酒店，对吧？对的。所以你跟别人拥抱接吻的时候，不会有人看到或传到你前任的耳朵里吗？哦，他我觉得我前任他他不会去圈内场所的地方啊，好。他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直男的一个人。那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在一起大概只有1年半的时间，然后中途你又出去玩儿，呃，会不会觉得说太快了，走到这一步？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一起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可能2、3年、4、5年以后，可能这个男朋友他因为他年纪比较大，然后交流也比较少，然后又没有共同的这个消遣的方式，可能你会出去找快乐。但是我觉得在1年左右的时间，你就去开始去找快乐，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你是会觉得说，我想去骑驴找马，还是会说，呃，就真的会觉得玩玩无所谓？没有想要骑驴找马，但是可能我个人的原因，对一个人的新鲜感其实蛮快就过了，就肉体上，我说肉体，不是精神上的，所以我所以就真的会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说跟一些思想比较有趣的人去交流。可能你们听到的是一个比较爱玩儿、比较渣的人，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就是有很多，就是咱们就是我不知道你就是评论区里的人有没有就是察觉到，其实咱们有一些人他在美化自己。但是我喜欢跟这些人交流，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也很坦然的去讲出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就不要去过度的去，就是美化自己、正视自己、接纳自己。所以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在感情里可能是因果循环的？啊。
嗯，是什么契机你怎么让你突然就觉得说啊因果循环呢？就是等被分手的那一天，然后知道所以是对方他提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对方的理由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他觉得我的心不在他身上，所以他想分手，就这样子而已。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不太，我觉得一个人能提出分手，就表示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我也可以坦然的接受，因为我本身自己可能也有问题，所以他说出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辩解，然后你就接受了这个结果，是不是？对，我就接受了这个结果。那你不会觉得遗憾吗？但我觉得一个人能说出分手这两个字，他应该是已经做了在之前应该做了，就心里应该很纠结才会这样讲吧。好，那这个分手的这个情绪维系了多久，让你出不来的这种情绪？哇哇，这个蛮久了，大概半年以上吧。那时候也影响到工作，所以对，也有影响到工作，为什就自己么呢？消化。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本身就是爱玩儿，然后再一点呢，就是这段关系可能就是束缚不了你，或者说就是他控制不了你的行为，但是你为什么分手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呢？这个我很好奇。他在那个这段关系里边充当了嗯，什么角色，让你如此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后反劲儿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你应该没有察觉到你这么在意他吧？我对精神上的恋爱是还不错，就只有我，因为我唯一就只有肉体，我觉得可以心爱分离啊。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心爱分离的人。对方我会跟这个前任呃，我欣赏他是因为他年纪第一个比我大，第二个知识比我丰富，所以我们在一起出去的过程，是知识是哦，吧？没有就是脑子里面的知识，啊，知不是对识啊，学识啊，学识，对嗨，对对比较好好好，丰富。然嗯嗯嗯后我跟他一起生活，嗯。比他带我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让我所以就是就它其实很丰富。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引导，或者说一个更多的是人生导师，或者说一个呃引路者的一个角色。对，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反正我就跟成人在一起，他带我看到不一样的生活，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你4年没谈恋爱的原因吗？后来想一想，觉得自己本身不太适合谈恋爱，但我想交更多朋友这样子。更多朋友是朋友还是票友？朋友能够聊天的朋友，就是光聊天吗？呃，尽量就是可以聊得来，然后又可以做也合的，OK OK OK，我懂你的嗯，点了。所以你觉得你来我的直播间，你更需要朋友还是室友我比较需要朋友，不需要朋友。啊？所以再问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我听出来，其实你会有一点点沉迷于就是那个关系里边。那说说你的战绩吧，你觉得你大概多长时间？就是一周大概需要几次？这能讲吗？这能讲吗？会不会太劲爆了？会吗？如果说你会不会的答案，很劲爆？如果说你的答案是数字比较少的话，就不劲爆。但如果说你一周需要20次的话，那确实很劲爆在大节日来讲的话，啊。可能劲爆吗？大所节日就那以就是，3、4天啊。所以那3、4天会不会就是有点儿就是好忙啊？
会忙不过来。对，不会有一点点迷茫的感觉吗？不会啊，还蛮快乐的。好，我特别喜欢跟一些有趣的人聊天，因为我真的就是每个人生活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多跟就是就是形形色色的人，或者说各种有趣的人去进行交流。其实这个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观众也好，包括就是一些网友也好，其实他们更多的喜欢去评判对错。其实有一些人是我们在接触他，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要给别人扣个帽子或者打个分数。其实我们去认识朋友，其实更多的是愉悦自己的一个过程。他的故事、他的经历都能给我们很多的一个乐趣。同时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有趣的人跟我们进行连线啊。所以在台湾有看过我的剧吗？有啊，我从在 YouTube 上面第一部跟不好意思，我忘记名那个名字了。所以就第一部、第二是会，部、所以第二会，部我都有看。所以会放着我的剧，然后跟别人约吗？就是应该是放其他东西吧。OK 放你的 OK。剧怎么跟别人约？反正就是好，所以就是在台湾的话，本土会有这个像这种剧的拍摄吗？就是你们会有机会看到类似于这样剧的制作吗？台湾之前也有像类似这种剧，但现在好像就是圈内人自己拍的剧，但现在好像没有，近几年是没有。是台湾的那个一帮熊拍的吗？对对对对对，我很久以前有看到，可是后来就好像就没有继续再更新了吧？所以他们是就是唯一的一些据据在拍。我这样，对，据我自己这样上网看的话，对。所以你是喜欢熊的吗？你为什么会接触熊剧啊？老实说，我以前只喜熊，但后来改啊，改变了自己之后，我觉得，然后又到曼谷这边来，眼界开阔之后，我就觉得，哦，就喜欢的类型又更广。嗯。所以，还有一个比较过分的问题，就想问你，就是呃，你有接触过大陆人对不对？就是大陆的一些就是 gay，你有接触很多是不是？非常多。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陆 gay 和台湾 gay 有什么区别吗？特别是在消费这个层面上。我的接触都是在酒店呢。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其实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单方面的认知啦，就是我单方面认知，可能这个你听起来会比较刺耳，但是我想跟你求证一下，就是台湾本地人会不会觉得说，台湾的给呃 AA 制的一个状态太多了，所以显得就是没有那么的大方，有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讲？消费是消费习惯不习惯，同嘛，对吧？对，消费习惯不同，不能说我不能说去讲哪一边，我觉得就是环境跟文化还有消费习惯的不同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和日本的朋友基本上都是 AA 制，对不对？大部分对，就是当下就是 AA 制，对，会比较多。所以你谈恋爱里边也会 AA 制吗？我谈恋爱就是属于哦，今天他付大的，我就会付小的；那我付大的，他就会付小的，这是一个默契在的。好，对。嗯，那如果说下一段感情来的话，会想要一个怎样的一个另外一半呢？就是你理想的状态，是可以跟你一起约的人吗？还是就是好好的跟他过日子，或者说跟他一起多出去旅行，然后
一对一的一个关系，你觉得你是更需要哪一种？短期的话，当然就是一对一关系；走到长期的话，可能就能不能开放式长吧。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你觉得？因为我交往其实都不久，长期对我来讲可能3年以上吧。还可以哎，我觉得你还可以，没有说短期到多久啊？短期就是3年以内都能做个一对一，然后哦，旅游之类还的。那还好啊，对但是我觉得让你下定决心跟一个人一对一这种人，其实也是蛮少见的吧。对，因为我可能越年纪越大，越能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吧。因为对啊。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到这个人生的一个年纪，或者说生活的一些经历，会让自己对一对一的感情可能会没有那么快的去放在别人身上，或者说就是越来越觉得谈恋爱是一件麻烦事，会有一点点回避了。会有这么一点，就觉得就是已经对啊，时光已不在，就是没有那个体力跟精力跟时间。是的，就主要就是没有心气儿了，就是没有那个想法了。那个想法其实，两个人维系这个特定的关系，其实是，再加上有一些三观不同或者说认知不同的人，其实相处起来，然后又是只以对方为中心的话，会让自己时常的会寂寞孤独。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不错的，就是当朋友这样轻轻松松就好了。好，好，新的剧有在看吗？新的我们的剧有在看吗？我看到第几集？第6集吗？所以还是对，到第六集。新的剧觉得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吗？嗯，欲望有什么不同？这方面讲吗？不要怎么了？乱评论吧。我无所谓啊，反正你就是当我面儿评论，我很讨厌别人在背后骂我，你就直接来骂就好了，面对面我就好了。我的评论点，我不是说什么，就不好你可以，吧？我觉得台湾人有的时候就是太礼貌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多事情，你们会觉得说，哎，好像失了分寸呐、或者说让别人觉得说，哎，这个很没格局之类的。其实对对聊天儿其实就是面对面的话，你无论说再激烈的话，我觉得那都是交流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你在背后说的话，我觉得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身边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我会觉得说，其实台湾人有的时候缺少一些个性。我其实还蛮期待你们台湾人就说真话，毒舌的台湾人就是有没有毒舌只有在熟识人面前才会毒舌，不太熟的人不太会乱批评别人，啊？那就放在内心的。你现在也看了我很多年剧了，你就把我当一个老朋友一样，你来毒舌我。你觉得我们的新剧会跟你有不熟的。新剧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优点或者缺点吗？没有好吧，就是穿越的那一段，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是要因应流行吗？还是现在大部分的剧都走穿越，所以嗯，导演想要走穿插一个穿越的概念吗？但这个因为其穿越我实又觉得有点硬了，太硬了。对，就是这个太穿越有点转的太硬了。太牵强了，就是会，就是一是就是会觉得说，本身它前面它不像个穿越剧，然后突然就来一个穿越，然后后边的剧情会觉得说，蛮不搭的，对不对？对，就是中间这个转换过程会让我有点出戏出戏的感觉。哎，对，就是会有点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这个感觉。好，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因为现在台湾可能网剧
就是那个短剧市场可能没有像大陆这么发达，就是其实大陆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穿越这个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比较也不能说流行，就是比较大家会玩的一个热梗，所以这个剧它本身意义它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剧。而是就是迎合市场的一个东西，所以会想着说做一个穿越的剧，然后也是想着说大家看这部剧就不用带特别多的脑子，也不用带特别多的情绪，就看着就去下饭剧就好。因为我之前其实拍的很多剧都会觉得说自己有点儿故作故作那种格调的那种，但是其实观众其实并不买账。所以现在就想着说，索性呢，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东西，让大家去观看就好了，娱乐大家就好了，所以才拍的穿越的剧。了解了解，但演员都很好看啊，很喜比欢。如说，比如说比如说，就是现在跟我聊天的这个图图，啊，台湾人就是太清醒了。比如说，除了图图还有谁呢？还有说出一个最好看的和最丑的。没有最丑的啊？剧里面哪有演员丑？小薇好看吗？小薇的刺青不错，蛮喜欢她的刺青的。啊，这个你也有关注啊？她之前我有看过她的那个比较瘦的时候嘛，她那有在露身材的时候，好。好，对，感谢那个伊朗。然后，如果大家对伊朗感兴趣的话，请扣一，我们来看看他的身材，因为健身3年的身材，没，我的账号应该没办法看哦。为什么？他们说你的身材很好，哎，我的身材哪里好？我真的是我都不会说我自己健身，我都说我自己去运动而已。我好，我们我的来看看。其实你看着不像72公斤啊，你好瘦啊，照片看着好瘦。我以前照片更瘦，很恐怖，像骷髅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你长得就很有欲望的那种长相，就是感觉你玩的很大的那种。我我去剪头，去圈内的剪头发，他们那个理发师跟我讲说，你的脸一副就是感觉很会做爱的脸。我说有吗？好了。我天呐，我能看到他的那个状态了，就我能想象到他的状态了。比如说这一张，好，感谢那个伊谢朗。大家如谢果说对谢谢。伊朗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的这个关注，然后私聊一下。如果说大家去那个曼谷的话，也可以就是有机会去面基一下。好，谢谢伊朗，那啊，谢就谢图图，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真好。来，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你好，你好。雷好啊，咱睡着了吧？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嗯，郭，郭什么？小郭是吗？对，好，年纪多大23， ？23，哪里嗯，人？陕西，现在在陕西，对在西安吗？对，好，在西安。结婚了吗？没有，以后会结婚吗？会结婚，会跟异性恋结婚是吧？对，好，身高多少181， ？181，体重呢？嗯，体重100公斤， 100公斤。好，嗯，属性
一还是零？一，纯一。对，好，能接受异地恋吗？嗯，不能接受。好，讨厌什么类型？嗯，瘦的。圣母类型，什么？圣母类型，圣母类型，比如说，嗯，就是就是对人太好了。好，那学历能说吗？学历本科，本科，本科学什么嗯，呀？学设计，在设计的。艺术与科技，哦，设计。有嗯健身吗？没有，单身多久了？嗯，母胎单身吧，哦，一直没谈过恋爱吗？是的，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那那方面的行为是怎么发生的呢？嗯，不发生，你你的 first 还在是吧？对，哇哦，单身23年，我的天呐，感情经历也是零啊。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什么类型，我觉得其实都能接受的，都能接受，不挑。对，好，年纪有要求吗？年纪也没有要求，哇哦，职业是职业，展厅设计，收入。收入，目前没有收入，为什么？你现在不是有工作吗？为什么没有收入呢？嗯，算工作吗？没有，还没毕业呢，23岁啊，没毕业。对，好，现嗯，在在实习阶段是不是？对，好，也有什么特别怪癖吗？比如说内裤、袜子，还有没有，正装之类的也没有。没有，没好，有，没有，好，郭啊，小嗯郭，23岁，身高1米81，体重是100公斤，然后现在嗯，是实习的展厅设计啊，没有对，收入，在西安啊，然后属性是一。你没实习有其实，应该是游戏的，啊，无所谓。那个嗯我很好奇，就是说你的 first 还在，那你怎么确定自己的角色？因为我看过很多视频，所以我很能确定自己的角色，那如果说你喜欢了一个人，你会不会为他尝试着做另外一个角色？嗯，不会，这么觉得？因为就明白跟你说吧，其实，我其实对于同性恋来说，并不是很，并不是说是绝对的，就是你其实现在还没有，就是特别定义自己是同性或者异性。对，是的，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在现在的社交的圈子里边，是怎么接触同性的？是从什么途径接触？还是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同性？生活当中没有接触到同性，就是很多接触的其实是从小软件上面接触的，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儿。对，聊聊天，哦，所以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之前谈过女朋友吗？没有，呃，那我很好奇啊，我就真的很好奇，就是你怎么去认定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同性或者异性，其实因为我也曾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或者说异性的时候，
我都会两边我都会接触，接触之后我才会确定自己是什么，更偏向于什么。就你现在就什么都不确定，比如说你不确定，你因为你没跟女生谈过，也没跟男生谈过，你也没有发生过行为，所以你是怎么确定自己是同性或者异性，或者说是一还是零的？这个是根据什么依据呢？根据看视频的反应吧。就是你看那个同性，你会有很大的反应，看异性会有吗？异性也会有，就是但是，有一天的时候看到嗯，同性的话，可能对于那方面的，兴趣会非常非常的大。好，那你就更偏向于同性多一点点。嗯，好，那有没有就是曾经喜欢过老师或者是同班同学的这种经历呢？那是有的，有。好，那我们就聊一聊，就是说你曾经喜欢的是老师还是同学啊？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我爸。亲生爸爸。对，对他是什么样的喜欢？就是生理上的喜欢。这我说的这不是太露骨了？别，我真的不会说了。只是单纯的生理上的喜欢，不是情感上的。呃，主要体现在哪里啊？就是生理反应啊。就是看爸爸的身材会对啊，就觉得很刺激，对啊。是现在跟爸爸的关系好吗？挺好的呀。所以经常会跟爸爸一起洗澡吗？嗯，会帮他搓澡。跟妈妈的关系好吗？跟妈妈关系也挺好的呀。所以你是一个被爱包裹的一个家庭。是的。那你觉得你的这些就是就是性的一些这个认知上的这个变化，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你觉得你是同性，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是同性呢？就是他肯定会有一个就是原因嘛。你像很多的家庭，他感受不到父爱，所以他就是在感情角色里边，他需要有一个人承担父亲的角色，所以他喜欢男人。那你觉得你又嗯，是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父爱比较多，所以对于同性来说方面就会喜欢的多。这么嗯，说应该能理解吧？我能理解，就是嗯。跟他们关系太好了，而且就是可能在别人身上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相反的在这个家庭里边会觉得非常的有爱，对不对？对，是的，是的。所以爸爸是什么类型呢？比如说什么叫做什么类型？就是身高体重啊，或者说外形啊，会有怎样的一个，你怎么去形容他呢？嗯，跟我一样高，也很壮。嗯，爸爸是壮熊级别的。对。呃，那他跟你妈妈关系好吗？嗯，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来说的话，我的看官是一直觉得不是很好。嗯，所以就但是是并没有离婚这种事情。所以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你会更站爸爸这边，是不是？是的。你觉得爸爸性格比较好，妈妈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他们两边的性格就是对我的感受来说，其实是同等的。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他对我的感情，那个对我的感情有什么区别很大，就是他所以们俩之间的你单纯关系。的会觉得说他俩不合适而已。对，是的。
哦，就是没有说谁的问题更多一点，就是两个人的那个心理或者说是处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两个人会有矛盾。对，是的。哦，所以你来我的直播间，你想简单的聊聊天，还是想找一些朋友，或者说谈个恋爱呢？我想就是想跟你聊聊天，然后想就是丰富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因为我从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不了解于同性恋这个概念的。然后就某一天大二的时候呢，我刷小红书，然后就刷到了你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视频。当时我其实并不懂，但是我看完后，我不是说对于男性之间什么什么之间的那种事情吧，但是就单纯的对于你视频展现出来的情感来说的话，其实就很让我打触的那个感动到。单纯以情感去面对这种不管是男性还是异性来说的话，其实就很有感觉，就对于这个情感很有感觉，所以我不在乎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其实与其说大家通过直播去了解，就是你与其说你通过我的直播去了解别人的生活，其实你今天的连线是让我们了解了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其实挺炸裂的。是吗？我觉得很正常的。刺激一点的问题是，有见过爸爸的林俊杰吗？对呀。所以就是他的林俊杰很吸引你。嗯。是的。所以他的林俊杰吸引你，你有触碰过吗？有呀。什么契机下？搓澡呀，天天搓呀。就你爸其实都不想搓，你就是想搓。好了好了，还想了解什么？还想跟我聊点什么？我其实就是想，怎么能够找到自己的情感吧。找到自己的情感，首先要正视自己的情感。我会觉得说，你现在虽然说表面上是正视自己的情感，但是你没有就是真正的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在从你的交谈里边，我觉得你不是异性恋，你绝对的同性恋。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这个清晰的认知的话，可能就会让很多的人和很多的关系，就没有那么靠近你。因为我们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要表达我们想表达的，然后去接触我们想去接触的东西。只有你表达你的欲望，你清晰你的欲望的时候，你才能抓住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这些这个相对的或者说真实的一些东西，你是触摸不到的，因为你不知道摸哪儿，而且这些真实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你。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有可能的话，你确定自己是同性或者异性，然后正视自己的对一些事情的一些态度。小的时候发生性行为算是一种第一次吗？好，我们就是隐晦一点说，跟谁呀？跟他被封了。被抬走了。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来，你好，你好，刚才的故事精彩吗？听着蛮炸裂的。好，你有点紧张吗？有一点。不用紧张啊，我怎么称呼你？叫我小七吧。小七，哪里人？安徽亳州的。现在在哪里？现在在杭州。在杭州，多大年纪？今年应该是26。对26，身高？身高是180。180，体重？体重现在是98。
好，98，然后职业，职业现在还是学生吧？ 26岁是这个是在读研吗？对对对，好，职业学生，那平时有收入吗？有一些，大概多少大概在5K 吧。？5K 啊，这么多呀？那属性知道吗？1还是0？我算是0.5吧。0.5偏几？其实好像都行吧。就是偏几啊？你肯定心里会有一个就是心里的那种角色，你更期待就是靠在别人肩膀上，还是喜欢别人靠在你的肩膀上？那可能靠别人肩膀吧。啊，0.5偏0，然后那个有没有什么怪癖？怪癖没有，嗯，没有。有谈过恋爱吗2段吧。 ？2段。好，以后会结婚吗？你觉得你自己？我不会。异地恋可以接受吗？目前的话不太行，就是江浙沪这边应该可以。讨厌什么类型？讨厌什么类型？哎呦，我好像就可能是性格吧，我可能对某些性格不太喜欢吧。比如比如说，情绪不太稳定吧。我喜欢傲娇的那种人不行。傲娇也不太喜欢。然后就是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就是狒狒道雄吧。年龄有要求吗？年龄的话就是10岁之内吧，然后比我不要小，最好不要比我小太多吧，3岁之内吧。36至23啊，有健身吗？平时？有。坚持多久了？现在的话应该快3年了吧。哇，那有一定的成果了。对，有一些。单身多久了？单身不到1个月吧。好，到1个月。那你来我的直播间，你想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呢？就想问一些事情。好，你问。就是我其实有了解圈里面的一些，就是现在的一种关系，就叫开放式的关系。你经历过开放式的关系了？没有。好，就是那你继续问。我想问老师，就这个是最后的趋势吗？不见得。其实很多人其实对这个关系的这种，就是圈子里的这种关系可能会有一个固化，或者说怎么样的，就会觉得说每个人大概都是这个方向，不会啊，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这样负责任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北京的一些朋友，其实大家都喜欢开放关系，都喜欢出轨。北京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年的关系都会出轨，但是呢，有一些小城市他们不会，但是小城市也会有出轨的，但是几率就没有这么大。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完全绝对的，所以你说的这种什么趋势啊之类的，不太会有不太会有。好。还有就是因为我发现好像可能是接触的圈子不太多还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途径可以去认识到新人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去
接触，就是我觉得你不接触，其实主要的原因，你接触不到，其实是因为你不接触。我现在跟你的聊天，咱俩连线了将近1分半的时间，我会觉得你现在是整个人在保护自己的状态。其实我跟你交流是，我觉得你在保护自己的状态。你说话就是犹豫的那个状态，不是因为说你说话本身就犹豫，是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说错话。你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自我防御的一个状态，别人也靠近不了你，你也走入不了别人内心。所以你看，其实你现在是有健身3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你现在主页有没有就是你健身的视频。如果你有的话，你的身材会帮你吸引到一大批的通讯录啊。其实有，但是感觉很难遇到合适的。好，这遇不到合适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圈子里啊，在圈子里，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对象不断，有一些人他没有对象，他明明长得很优秀，但是他没有对象，其实是跟你的状态有关系，就跟你的那个传递的那种信息有关系。如果说一个人你现在给我传递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有点儿沮丧。我听到你现在跟我聊天，我会觉得你现在有点心事重重。我自认为，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就是说，你不是因为紧张，你是因为你好像有一些心结放不开、打不开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传说当中我是一个花心大萝卜，或者说我对象不断呢？因为我是有爱别人能力的，或者说我有一个就是鲜活的一个形象在这儿的，所以有的人会愿意靠近我，或者说我是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所以我有恋爱谈。但是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就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然后屋子里还特别冷，然后你又没有开着灯，然后就有一盏小夜灯，然后你蜷缩在床边，或者说就是在那个座位上，然后跟我聊天的那个状态，你给人的感觉其实你不是一个准备好交友的一个状态。嗯，对，其实我现在感觉交友还挺难的。所以是上一段感情会给你造成一些心结吗？嗯其实倒，其实倒没有很多，但是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入圈也有个3年，23，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就是我感觉好像，我其实也面了很多人，但是就是很多时间都特别短，就是感觉很难找到合适的。那你觉得你见了这么多人，是对方对你感兴趣的比较多，还是你对对方感兴趣的比较多？可能对方对我感兴趣的会多一点，基本上。所以你平时接触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软件上认识的，你会觉得那个质量或者说那个出来见面的那个感受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是的，就是感觉很多见面之后跟自己想象的差别还挺大的。所以你见的这么多人，有没有会让你觉得说他们其实就是想跟你发生关系才见的你？有过，但有一些就是聊完之后感觉就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有一些确实是目的性比较明确吧。所以你更喜欢目的性明确的人，还是喜欢那种就是围绕着你的人？我感觉会更喜欢围绕我的吧。其实在这个你的心理状态来讲的话，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已经有3年的健身经验了、经历了，
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把身建好了，然后把这个自媒体软件玩起来。但是你现在又有一个比较在意的点，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现在在校的一个学生，而且又是一个研究生，可能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校里边出柜啊？你有担心吗？嗯，对，其实我没有玩抖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你觉得你以后的生活或者说工作环境，更多的是你的学校给你带来的吗？这个我没有想过哎。如果说你想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这个抖音这个事情就能解决。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一些感受，其实学校里的一些人陪你在社会里，除非你是在学校里工作，比如说你现在在读研，以后你留校了，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小心一点。但是如果说你以后不留校，然后跟同学们可以不来往，我的建议就是说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其实步入社会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就是以我现在跟你的交流，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太会去维系这层关系，对，所以其实那更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了，你更不用就是说什么出柜不出柜了。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其实我给你讲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比如说今年我也来读书了，我是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嘛。我本以为说自己可能会在这个学校交到很多朋友，然后我在他们面前就很小心，我也会啊、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来这个学校，我其实就是以后要跟大家一起共事。可能就是大家有资源的话，就是一起做影视圈的一些工作。但后来我发现我跟这帮人是没有交流的，我不喜欢这帮人，或者说我跟这帮人融入不进去，或者说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呃寻找资源的一些人，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的话，我自己已经找到我的出路了，所以我并不依赖这层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一个同学我也没有去维系。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发展的不好了，因为其实学校是学校，生活是生活。你以后如果说你不借着这层关系去工作的话，完全没必要。你索性的你就放开自己，你就放开自己。总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就是其实很怕的，就是如果发的话，就是不是说容易，就有可能会被就是同门啊，或者就是学校里面的人刷到嘛。但其实就是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我会自己觉得会造成生其实活上的是你的负担太重了。其实生活当中，我首先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如果说你也怕玩抖音去让家里人刷到，或者说让自己出柜的话，首先第一点，你的抖音不要跟任何人的互动，你就是发就好。然后有喜欢你的人自己会私底下联系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评论区里的事儿谁能左右啊？有很多直男的评论区里被那个 gay 包围了，这种事情其实在直人圈里非常非常常见。第三点，如果说你真的很介意，就是说一些人刷到你的抖音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抖音的选项里边、推荐里边点，是什么通讯的一些那个就是手机通讯录里边的一些，你就禁止他们刷到就好。其实这三点就完完全全给你解决了。而且就最主要一点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出柜呢？因为他们会回复朋友圈，或者说就是回复那个评论区，还有呢就是到处的聊骚，到处的评论，那你就容易出柜。你别发那种特别暴露、特别那个点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会觉得说你现在在学校，应该也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也不太会做一个像二把刀一样的点头吧。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其实你就是在注意这些东西，不要给自己那么多戏。就是真的，大家有的时候累，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加了太多戏。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你做好你自己就好。对，我其实暑假的时候有想过，去在抖音上去发点视频，想认识一下，但是就由于考虑这个原因，就一直没有去做，然后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小七感兴趣的，请扣一。我们来，如果3个1达成之后，我们来看看小七的身材吧。小七可以吗？就我们进入到那个身材展示环节，可以看看你的身材或者你的长相吗？行，可以。好，你这个那个抖音里边应该没有你的那个身材或者长相，是不是？对。好，那我现在点关注，然后你可以发在我的那个私信里边，好不好？好，你稍等，我来处理一下啊。好，我点关注了，你现在可以私发给我。好，我等你的照片啊。带脸是最好的，不带脸也无所谓啊，只要让大家看你3年的健身成果。我要不然先挂一下，因为我感觉好翻不过去。好的，你可以先挂，我等你。我们来期待一下啊。又申请连线了，好。没有啊。不是这个吗？不是啊。飞不出花花的世界不是他？不是吧？是他吧？我们来稍微等一下啊。怎么也飞不出。是他。是啊。花花的世界，好。那个评论就是那个私信里边有人问我说那个专辑怎么购买？专辑咱们现在还没开始做，等做了以后自然会通知到大家啊。我们这次大概做300张专辑，然后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因为专辑其实这个成本相对高一些啊，就比衣服要高很多，专辑是蛮高的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小七啊，期待一下小七的那个照片。然后小七完事以后，咱们下一位准备好啊。小七展示完照片以后，我估计就很快就下一位了啊。怎么也飞不出。专辑多少米啊？到时候我跟大家说啊。小七，你要加快时间了，小七，再快一点哈，小七。我也歇一歇，每天站这个4、5个小时，其实蛮累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欢迎大家来到百里屠夫直播间。现在我们进行连线，然后去交友的一个互动。如果大家想参与进来的话，直接点连线就可以。我们会在主播的引导之下，会问出你的一些基础信息，然后会让大家看到你的身材或者长相。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想粉你的话，大家就直接会私信你啊，把我扔到肌肉男里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小七。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七的照片。哦，没想到他是这个类型的长相。来，我们看一下。身材还不错，但是我们属实没想到是这样的长相的零。对，他是男友脸吧？嗯，跟主播一样。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来，对这个小七感兴趣的啊，我们来连线啊。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啊？浩南，浩南，为什么给自己起叫浩南呢？因为我名字里有一个浩字，然后，这个南字挺适合我的，所以就起了一个这个。因为你名字里有个浩，然后你又喜欢男的，所以叫浩南。来，多大年纪22， ？22岁，哪里人？陕西的，现在在哪个城市啊？西安，好嘞。以后会结婚吗？你觉得？应该不会，为什么呢？这是你打算出柜吗？有这个想法，好，能接受异地恋吗？可以，可以，好，学历是大学，大专还是本科？大学，大专大专还是现在是本科？大三，现在大三，啊，大三，学什么对，专业呢？大三，医学，学医的。对，好，身高多少？ 173，体重？ 80，职业学生？有收对，入吗？没有，好，你觉得你自己是一还是零？零，有什么怪癖吗？你觉得自己没有，没有？对，有谈过恋爱吗？谈过一次，有健身吗？最近有，健身多久了1、2个月吧， ？2个月。好，单身多久了？单身有3个月，喜欢什么类型？飞到熊吧，年纪有要求吗？年纪35以下吧，喜欢自己年龄大还是年纪小的？比自己年龄大还是年纪小？对比自己年龄大的，好，35到23岁。好，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他的这个基本情况。浩南22岁，身高1.73米，体重80公斤，现在是个学生，没有收入，现在在西安上大学，属性呢是零，没有怪癖。谈过一次恋爱，喜欢狒狒到熊，23岁到35岁啊，不会结婚，可以异地恋，讨厌什么类型？你讨厌什么类型？猴吧，讨厌猴。猴的，对，然后现在是大三学医的，然后有2个月的健身经历，单身3个月啊。浩南，现在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零的？就是我也很莫名其妙，就是当时下了一个软件，然后跟软件上面
有一个人见面了啊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零的那个角色了。对，所以你觉得你喜欢的类型会不会有点儿偏就是长辈型？有一点吧。有一点哈。对，谈过一段感情，这段感情维系了多长时间？歇了有1-2个月左右。 1-2个月左右。对，那你怎么能称之，就是你怎么能称之为它是你的一段感情呢？你觉得这算吗？对于我来说是算的。这是你唯一的一段感情了。如果这对，都不算的话，那就没有了。好，所以你跟这段感情是怎么认识的呀？就是在那个软件上面，然后聊得也挺开心的。聊得挺当时开心，那你当时你为什么想上这个软件？是想体验一下那方面的行为，还是说想交朋友？就是想交朋友。想交朋友。好，那这个嗯你俩聊了多久见的面呢？聊的有1周左右吧。有1周左右。那这1周左右算在你的恋爱时长里吗？不算。不算。好，见了面是在哪里见的面？就同城里边。同城，然后就是聊聊天儿，吃吃饭。对，好，那是什么时间就是那个决定以这种恋爱的方式去相处的？就是我们俩在软件上认识，然后加了微信，上面聊了很多，然后聊了多久？聊了，就从加上到见面聊了大概1周左右。1周左右，然后就确定关系了。1周左右之后见了1次面，然后又聊了很久。很久是然多久？后1-2天左右吧。就是从见面到确认关系就大概1天左右，就这样子。所以是谁提出的要在一起相处？是他。好，那我很好奇，1个半月的时间发生了什么让你们分手了？他当时当时就是考大学嘛，就是高考，然后因为家里面的原因，可能就跟我提分手了。因为当时谈的时候被家里人发现了，被他家里人发现了，然后他家里人不同意。这一般家里都不同意吧？对对对，都不同意。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吗？对，我当时就是挺遗憾的。那为什么没想着说等他考完大学然后再联系呢？我也这样想的，但是他当时的那个态度很坚决，然后我也没再多问。好，那这件事情是3个月前发生的。对。那你经历了3个月，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点点蹊跷？确实是有一点，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和我分。好，那你被家里发现这件事情是他说的？不是他家里人发现的。是啊，就是他说的，他家里发现了。你觉得不是，被家里发现是他这件事，家长给我说的。他家长就是跟你沟通了，所以对。你确定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好，接下来想
找一个什么状态的一个感情？因为你现在还是个学生，我现在嗯，你觉得你怎么去维系这层关系呢？虽然说我是个学生，但是我在外面还是有实习的工作的地方的。有实习工作的地方，你现在没有收入，你的现在的花销都是家里给你提供，是不是？嗯，自己在外面就是做兼职，做什么兼职呢？呃，发传单啊，或者是在店里面，饮品店里面打工之类的。所以有没有觉得学医特别辛苦？有一点吧，但是，也还好。那学医是你真正的追求吗？还是会觉得说，确实是也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就学医了？我有我自己的目标，因为当时，刚好这个学校里面没有我想报的专业，然后选的是这个医学专业。好，医学专业。那有没有现在就是说，觉得自己完全走出来了，可以开始一段感情？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有，而且就1个半月的时间，其实也就还好吧，没有那么难受吧。说长也不长吧，嗯嗯，但是所以起码对于我来说，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我至少还是挺开心的，你觉得也没有你自己，什么后你觉悔的。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吗？优点会唱歌算吗？这个不算什么优点，你要出过歌才算优点啊。我最近在写歌，有发有出行吗？歌的打算。你有百里屠夫帮你发行吗？这个，呃，嗯，呃，好，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所以学医你现在学的偏哪一方面的？临床，临床是外科。都有，现在还没确定再去哪一个科室。好，但是你有没有幻想过以后的生活？有，我其实对你以后的生活，我有一点点就是担心。我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很坎坷。而且挺压抑的，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你觉得你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吗？对，想很多的人可能会受不住这样的生活模式哦。嗯，以后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说啊，喘不过来气，然后生活没有乐趣，然后每天都很压抑，除非你去男科。嗯，这种情况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和自己就是和自己相互的那个人，如果一起走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们来说都还嗯挺不错，就是不是很压抑。嗯，所以呃，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就是你就觉是很得以后很普通。很普通。对，就是以后一起生活，然后一起上下班、吃饭、睡觉，就这些。有没有想着说养一只宠物？有，喜欢猫，喜欢狗。
两个都喜欢。那你觉得，如果说跟对方三观不同，或者说就是没办法交流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嗯，没想过。有想过，因为在一起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争吵，或者是，我觉得争吵是次要的，就是因为你喜欢可能比你年长一些的，很容易就是两个人没有交流，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那我应该会主动的去找话题，或者是和他聊之类的吧。好，我在这里就是给你一点点小的建议啊，当然我这个建议你可以不接受。就我建议好，你，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其实是喜欢稍微年长一点的，但是年长多少，其实你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年长多少。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找一个比你大一点点的就好，不要大很多。比我大一两岁的。是你不要找大很多，因为首先对于我对你的这个交流里边，我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比较不能聊天的人，就是你聊天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话题，这很容易跟这个年纪大的人就导致你俩没有交流，长时间下去，两个人就固定不交流，不交流的感情其实是最痛苦的，不长久的。能长久，但是很痛苦。哦，好。所以还是要找一个就稍微比自己年长一点点，然后他也很很有情绪，很有这个想法的一些人。而且我给所有年纪小的人一个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些小理解，希望你们能听进去的一点是什么？呃，不要找性格特别稳定的人。就因为你们这个年纪，其实找特别稳定的人，其实对于你们没有什么好处。我给所有年轻的孩子的建议就是说，找一个有血有肉，然后有情绪的人，这样其实，在你这个年纪，你才能迅速的成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些所谓的情绪比较稳定的人，他们会消耗你太多的时间。消耗你们太多时间，就是你们在人生特别不安稳的一个年龄段，然后就遇到一个特别安稳的人，他们会消耗你大概可能3到5年的时间，你的整个人生就搭在这个人身上了。而且这个人因为他比较稳定，可能到最后他对你的爱和付出其实会比较的克制。嗯，所以尽量去找一个就是有情绪的人。那些有情绪的人，相反，他们是具备爱别人的能力的人。有情绪的人，相反，就是你别看他性格不稳定，但是他绝对是有爱人的能力。他为什么会有情绪？因为他在意。对，他你就是，在意如才会有果说你畅情绪。想一下，如果你畅想一下，你现在你找一个45岁的人，或者35岁的人，他现在生活是稳定的，他的思维是固定的，你在他身上，你只是一个附属品，你做的任何事情，你这个人的加入或者说退出，都不会对他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他对你的付出其实就是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的，所以到最后，你只是用了时光去陪伴他，但你在他身上获得的爱和物质的一些几乎是没有的，嗯，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就是跟自己年龄相对，比差距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就是说你60岁，你找35岁的可以哦，但我就建议所有年龄小的人不要怕受伤。你们记住了，就是20多岁的孩子谈恋爱啊、受伤啊、社会上受到挫折，太重要了。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生活控制的太稳定，这对于年轻人不太好。
你想想，你20多岁把该经历的东西都经历了，该受的伤、该受的挫折经历，等你30多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克服这些东西。如果说你20多岁没经历，等到你35岁、40岁的时候，你突然经历一些事情，一下你都爬不起来。嗯，对，让自己去经历，而且我觉得你的性格也有点回避性的。如果说你跟别人争吵，你应该不喜欢争吵的一个人，所以不要改变自己哦，好，啊。好，听到现在就是浩南，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请扣一。我们来看一看2个月健身成果是怎么样。如果大家对浩南感兴趣的话啊，如果说你也是做这个学医的啊，以后可能会有交流，或者说你也在西安，想跟那个浩南接触一下啊，咱们可以扣个一。来，浩南，你的主页有你的照片吗？没有。那他们为什么会说你的身材还好？好，那我现在关注你。好，浩南，你现在可以就是发私信给我，发你的那个照片或者视频。浩南是小可爱啊，性格是小可爱。我们来等一下浩南的照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说谈恋爱其实，如果说你需要爱情的话，你其实不应该找一个稳定的人啊，越暴躁的人，越奇怪的人，其实越能让你感受到爱。来，我们看一下浩南，来，浩南典型的那种学生小可爱的长相，如果对浩南感兴趣的话，关注他就好了。来，浩南身材应该是肉肉的那种。好，这是浩南。浩南，我想问一个，就是话外题啊，就是说，因为你尝试过那方面的关系，你觉得做零的感受怎么样？感受，这你觉得做零是OK 的吗？我觉得是 OK 的吧，因为有很因为多人因为有很多人想做零，然后他们不敢做零，或者说做零做失败了，那会传说中很痛吗？会有，但是你是怎么克服的呢？就是可能会稍微忍一下吧。就忍忍就过去了。对，因为我就是性格相当于就是那种就是依附别人的那一种性格。所以就是你痛，你其实也会被那种心里的那种愉悦所就是掩盖住了。对，所以有爽吗？有，好嘞，很真诚。好，感谢浩南。如果说大家对浩南有兴趣的话，咱们就是私底下联系就好了。谢谢浩南，谢谢。好的，好，那我们有时间再联系，拜拜。拜拜。来，我们连线今天的最后一位啊。你好，你好，睡着了，看来不是最后一位，还能有一位。你好，对，醒醒，上课了啊，下去了。来，还能有一位啊，如果大家想连线的话，咱们就今天的最后一位啊，来，我调出去了，来，怎么这么多呀？刚才不是一位吗？怎么这么多呀？啊，来，你好，你好，你是刚才喜欢爸爸那个吗？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过来捣乱的，就是我没有，说，我无所谓啊，说实话，
我无所嗯，谓，因为我的直播间没受到任何处罚啊，而且我们听的还蛮开心的。我不是传授三观不正的想法。没有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呃，虽然说我没有，但是我会觉得说，喜欢亲属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连线的这帮人其实还蛮常见的，但是我没想到你是直系亲属，这个是很少见的啊，甚至没见过。所以就是你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点什么，或者说你想跟我交流点什么？我其实就是想交流如何谈恋爱。谈恋爱其实很简单，嗯就是让自己优秀一点。嗯让自己健身。我鼓励所有的新的小朋友，就是新一茬儿的小朋友去健身啊，因为真的，你我现们如果说嗯能在20岁左右去健身的话，等你们25岁，你们会收获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人生。嗯，好像说的对，因为我身边朋友好像确实都这么讲的。对，如果说你20岁开始健身，你这2年的时间，你的身材足够好，然后你步入社会，比如说你去面试的话，你想想你面试的时候，你一个23岁意气风发的一个小小年轻，然后你穿着白衬衫，然后去公司面试，别的小年轻他穿衬衫都是就是很普通。但是你2片胸肌，然后把这个衬衫穿得非常的那个性感，你就步入到那个就是面试官的这个环境里边，他就直接被你2片胸看住了，而且他被你挺拔的身姿所吸引，他就自然会给你机会。那我们没毛病。再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平时不去 gay 吧，但是你录个 gay 吧的时候，然后外边有一帮人在 gay 吧门口去补充能量，去吃烤冷面，去吃那个烤面筋的时候，突然你走过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挺拔的身姿、魁梧的身材，然后精短的头发，然后不经意的走过，可能你的爱情就来了。也是啊。嗯。要不然你们觉得二把刀为什么能当男主角呢？没毛病，真的没毛病。他演的很好吗？他演的霸总什么玩意儿啊？一点都不霸总好吗？他的普通话很好吗？一股河南味儿。但是他的那种霸总就是我喜欢的霸总。老公，起来。其实我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应该算是自己的怪癖吧，就是我很享受别人追我的过程，但是我不享受我去追别人。嗯，那可能是因为你就什么样的人追你，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吗？嗯，也不是吧，是，是付出行动的人。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菜的人付出行动，你也会开心吗？啊，是的。那我觉得你以后可能你发展的路线可能会偏 S 或者说零 S，你是1S 或者0S，就你喜欢掌控一些东西啊。是的。对，那这个其实很常见。就像我其实我也有一点 S 的属性，我的 S 主要体现于就是我喜欢别人给我前戏，但是我不碰别人。是的。我很在乎前戏。享受那个视觉冲击力，然后享受那个，哎，我站在这个角度看见他在什么什么。对，还有我不是喜欢爸爸类型的，只是对这方面的情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主要你爸爸可能也是比较优秀，所以你会喜欢，对不对？周润发呀，你爸爸是周润发，长得很像很像。
然后又非常壮的周润发。不算是非常壮，就是跟周润发的就是不是身材也很像吗？对，是的，啊，但是周润发看着腿很细啊，对啊，我就是啊，这爸爸是一个不运动的一个人。对，也很细。哦，那你其实你应该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身材特别那个就是有型的，而是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生活当中的那种人肤感，对不对？没错啊。啊，我大概明白了。还有就是刚刚不是说那个什么事情吗？我刚刚想说的不是他们说的，父亲之间，其实这个说出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隐晦一点说，我们大概能猜到。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接触这个思想可能过于太早了吧，从3岁到16岁，估计是从看着长大过来的。看父母。是的。然后那你是怎么有这样的行为的？ 6岁。给谁？妹妹。而且确实是实质关系。所以是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的后面发生了一些情感扭曲吧？但我现在其实也挺正常的。从我跟你交谈，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扭曲。我希望你以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不了解，但是我希望你别把扭曲的这种观念步入到社会里，好不好？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其实玩得很开心，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是害怕，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情感影响到现在，会不会导致我未来对于接触一些异性方面或者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我觉得从现在的你的表达，包括你的一些经历，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有一些重口味的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可能这个也不太重要，而且就是说别太去定义这个什么好与坏，什么正常与非正常，大家做好自己的这个，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就好。哪怕就是说有一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走错了路，但是这是你选择的，这个是你的命，你的命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是说，可以多去接触一些其他人。你要是总去封闭自己，或者说总是在自己家庭里边去围绕这种状态，你接触不到正规的关系。你试图的去接触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儿，或者说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接触一些 gay，然后你有一些 gay 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说不定在你心里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你自然而然会淡忘之前的一些奇怪的一些经历。你要是一直不去淡忘，或者说一直都是在这个小范围去活动的话，久而久之你会走过去的路，或者说被这一段关系去影响啊。那我其实有接触的，就是觉得无聊。无聊是因为你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类型。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步入社会的时候，我是15岁步入社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整个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接触的社会是直男圈儿，然后我从学校一直到社会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去打工了，然后发现同事们都是我特别讨厌的人，就我觉得他们是粗俗。然后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然后就是完全不是一路人，所以那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不是因为我自己高傲，是因为这些人他就跟你不是一路人，你的心里
你心里想的东西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你平时接触的只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不可能你要一双耐克鞋，然后你就直接有一双耐克鞋，你可能你只能从这个只能从那个回力开始，你穿了回力之后，你才能穿到耐克，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不用着急。就是你但凡你会觉得说你周围不是跟你相同的人，或者说不是相同的思想的人，别质疑自己，你要想办法脱离你这个圈子就好了。哦，我我身边朋友挺多的，我其实对这个挺开放的。我父母对我的想法，我这一件事情也跟他讲过，也挺开明的。就是自己有什么想法就，能有什么想法都能理解，所以他们很开明，也很深入了解过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所以就是真的有的小朋友，其实在步入社会以后，就真的会觉得很孤独，是不是自己太事儿了，或者说自己太特了，特别的那种特，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儿啊，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我时常会觉得，这是因为我是玩网络的人，我做直播自媒体可能很多年了，我觉得大多数网络世界的人都是不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们的思维就是呃，我这个不是在骂人啊，我就说这个网络的一个现状，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是网络现状是什么？网络现状就好比村里有一只狗叫了，然后村里的所有的狗都跟着叫，但是那些狗不知道那个狗在叫什么，反正他们就要跟着叫。这不是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是真的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挺烦的。不喜欢这个人群，我不喜欢这种思维的人，我觉得没有办法交流，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块叫什么。所以这个真的是网络的现状，所以你真的不要去了解它。对，没错。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连线的机会给其他人，好不好？好，行。好，那先这样，拜拜。拜拜。来，我们来连线这位。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可以听到吗？怎么称呼？我姓周。你能稍微大一点什么？我听不见你说话。听不到吗？声音太小了。很小吗？对。怎么可能？怎么回事？你可以离手机稍微近一点。现在呢？还是小。为什么？我操！我换一个手机吧，换一个手机。好，我等你。还有人要挑战吗？我们来等一下这位朋友啊，照片环节，刚才那个照片咱们就不看了，你们接受不了这么变态的，咱们这对你们有点超纲了啊，太变态了。现在呢？你好，哎，好多了。你把那个就是旁边那个声音关了。关了。你好。你好。还是有回音。有吗？有。可能要你那边直接拉我上去，可能要好，没有了。你现在旁边没有其他手机是吧？哦，对。好。
看一下蓝色什么？我找不到它。蓝色阳光，看一下啊。我找不到它呀。有回音就算了。好的，那咱们有机会再连，好吧？来，我们连今天的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然后有的没连上的，咱们那个下周再连啊，不是明天再连。你好，你好，来，我们再连下一位。送你了个眼镜，谢谢。蓝色阳光。你好，哎，你好，怎么称呼啊？我叫天意。天意，对，多大年纪？今年26，身高？身高175，体重？体重85公斤，职业？职业是能源行业。是什么岗位呢？核能什么岗位？核能发电。岗位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哈。技术工人。我以为你的岗位是发电，我吓死我了。你是雷神吗？你这收入是多少？收入是25左右。年薪25万吗？对。好。哪里人？辽宁人。现在在哪个城市？现在广东江门。是1还是0？是1。结婚了吗？没有。以后也不会结吗？没打算。能接受异地恋吗？不接受异地。那你是江门的，你是想去江门还是让别人去江门找你，还是你能去别的城市啊？江门周围城市吧，例如珠海、中山。好，讨厌什么类型的？讨厌，不喜欢猴子。猴子。年纪小的 OK 吗？年纪小的也行，可以，但别小太多嘛，起码要成年了。好，学历是本科。本科学的什么？本科学的核工程与技术。啊，同行业。有健身吗？没有健身。没有时间是吧？有运动，也有时间运动。对。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运动爱好？运动爱好踢足球。哇，踢足球。所以你的小腿特别粗？还行吧。踢了多久？踢了从大学到现在有。那你的腿应该是特别的那个紧实的。单身多久了？单身不到1年吧，从25年5月份到现在。好，有什么怪癖吗？你觉得自己？怪癖没有啥怪癖。不会喜欢运动装吗？运动装还好吧，没有。好。袜子也不感兴趣？没有。有几段感情？2段。喜欢什么类型的？喜欢胸跟肺，别太瘦了。年龄有要求吗？没有，年龄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意，26岁，身高1.75米，体重85，然后是技术工人，年收入在25万左右，
现在在广东江门，是辽宁人是吧？对，辽宁的。然后属性是一，没有癖好，两段恋爱史，喜欢雄废，不会结婚，然后不接受异地，讨厌猴，然后本科踢足球，然后单身1年多，想问一下，你不结婚，主要的原因是你离家里比较远吗？你可以不用结婚。这是一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想对自己负责吧，觉得还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你觉得你自己在父母面前可以就是有话语权吗？有话语权，比你较独家里是立。你独子吗？不是，有一个姐姐。好，1米75，85公斤，其实你的身材算是比较匀称的，对吗？是，不算太胖。好，2段感情，单身1年，能说一下最后一段感情为什么分开吗？最后一段感情是因为异地。嗯，对，原先异地了对象是多久啊？异地21年7月到25年5月。那还蛮久的，那你怎么维系的？就是异地恋怎么维系这么久？异地，就是平时打电话、发视频、多长聊时间见一天，次啊？一年能见1到2次吧。那你不会担心她有老公吗？有过这种担心，但是怎么说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但是心里边也会睁一一只眼闭直去一只眼的怕话，这件事儿。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我可要问的详细一点哦。好啊。希望不要冒犯到你。那你跟他每次见面有安全措施吗？说实话，我们从没有。21年到分手之后，这期间都没有过接触，没有过身体接触。图什么？图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好的，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你们然后最多到什么程度？亲亲抱抱吗？没有，因为也没有。对。是你不想还是他不想？我不想，因你为想要的是什么关系呢？想要就我现的在其实理想生活就是能找一个人过上那种有两人3餐4季的那种感觉。然后至于这个期间为啥没有过这种身体接触，是因为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当然我也怕是他在外面乱搞了之后，然后不干净了有过这个担心。你说的没有合适的契机，是你觉得这个关系要顺其自然的发生，而不是为了发生而发生，是吗？对，可以这样说。所以二宝道，你明白我的感受了吧？什么？没事。不是柏拉图。所以其实你有这个心理，但是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段关系一直都没有发生的一个契机，对吧？是没有刻意的去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回家的机会也比较少。对，分开是谁提出来的？分开是我提出来的。你怎么去说的？怎么说的？就是发微信说的，正常。大概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你现在发微信给我，你怎么要说分开呢？算是和平分手吧。就很自然的说，好，结束这段感情吧。没有必要再去坚持这种没有意义的恋爱了，因为现实问题比较重。他在那边工作比较稳定，然后我在这里工作也比较稳定，然后平时2个人都挺忙的。
他也不会过来，然后我也不会回去，所以这所以就顺其自这段然的。这段关系你总结起来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我觉得这算是在我青春里面一段美好的回忆吧，各我我玩各的吧。整体的跟你交流，我觉得你并不青春，就是我跟你交流到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老成，然后思想特别的稳定的这么一个人。还好吧，也是比较感性，你比较感性，但是你的情绪应对，该比较稳定，就是你不会爆发。我觉得你相对来讲的话，你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爆发的人。嗯，是没有说特别暴躁的，因为某一个点，然后这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你觉得？这跟工作没啥关系吧，就是自己的性格。哇哦，嗯，平时有会迷恋自己的身材吗？没有，没有吗？因为我会觉得说踢足球的人腿还真的蛮好看的。还好吧，这可能我不太关注腿这个东西。那你关注什么呢？就是你请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身材，你会关注哪里呢？可能关注某一个点，例如说他头发很茂盛，他牙很齐，他笑起来很好看。所以你，能 get 所以到这个感觉吗？所以你会玩别人的头发和牙齿吗？倒也不是吧，就是某一个吸引你的一个点，然后就会有关注到它。OK，嗯，所以你平时会有那方面的欲望吗会有啊，20多岁小伙子肯定会有。 ？OK，我现在听起来你还真的是一个已经退休了的那种心态。没有吧？可能就是晚上聊天视频，然后没有白天那么阳光、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对方是0.5，然后想做1的话，你会满足对方吗？之前跟前对象有尝试过，我受不了那种痛，对，不行。嗯，嗯，这心里你能接受吗？心里可以接受。就如果说不痛的话，其实你心里是可以接受自己尝试做0的这件事情。对，是的，哇，但是身体不允许。哎呀，多了就允许了。哦，所以现在是一个人在江门，身边也对，没有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人吧？没有，圈子不比较简单。不会很寂寞吗？嗯，像这个寂寞，它分为自己一个特别亲密的伴侣和来自普通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吧。在朋友之间还好，很多同龄的同事，下班了之后一起去踢个球啊，出去吃个饭呀，这些都还好。但是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一个人孤零零的，确实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在当地为什么不想找一个呢？当地没有合适的，有尝试过在软件筛选一下比较中意的类型，但是，没有，可能也是天天在床上躺着想着啊，对象从天上掉下来，也没有特别主动的去找，或者说在我所在的这种山沟子里边儿没有那种特别合适的，然后在软件上找到合适的，可能也会因为现实的一些原因，例如说距离有点远，这些也没有去再见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跟你聊天儿，我觉得是你是一个特别让人聊天儿舒服的一个人，就是你的整体的状态，包括语速，包括声音，都就会让人很踏实，然后心生好感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评论区里会有怎样的一个评价，
但是我整体下来，我觉得现在你的收入是在25万左右，请问一下，你这25万你平时是怎么去管理的？管理前几年刚毕业买了车，然后还了房贷，不对，还了车贷，然后现在就是一年包括给家里老人的、爷爷奶奶的，然后再帮衬自己姐姐一下，剩下的钱就自己纯攒。然后自己的娱乐支出，每个月出去吃饭呀，出去玩啊，每个月能有在3、5千左右。对。所以现在是开什么车？什么开品牌？的奔驰的。奔驰哪一款奔驰的 C260。？C260对于你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低了？就是为什么不上 E 呢？因为之前买了一个那个 Model Y 啊，感觉电车还是开不习惯，还开着有点晕，所以就换了一个奔驰。我感觉这个也算可以了吧？我觉得对，还没买房，都把钱用在这些方面，感觉还是哎，就是跟他聊天，我会觉得说，就是他说话就是一点儿都不飘，一点儿都不回避，而且很真诚。所以接下来由大家去选择，大家应该很期待他长什么样吧？我觉得，反正我从他的聊天，我觉得他长得应该挺顺眼的。就是我跟他聊天，他现在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他一直在抽烟，就是不喜欢抽烟的人可以也会让他戒掉，但是整体的感觉还蛮好的啊。底下有说有视频，有视频，那我看一看，来我把看一看那个私密账号刚才给打开了。啊，现在看不见了。不是，之前是私密，现在不是了。我们来看一看，你的号掉了，直播掉了，啥直播掉了？你的直播掉了，啥直播掉了？哎，没掉吗？就是这个形象，就是我想象的那种。就他的一看就是性格很好，然后面相就是挺周正的一个面相。来看一下啊，这一张吗？不行，这个都有同事。这样的一个长相，然后很踏实。如果说就是有喜欢这种性格比较稳定的，然后又没有什么攻击性的一个人，感觉他性欲也不太强的感觉，能接受你们就接触接触，好吧？好，所以，你说，这次那个连线也是蹲了挺长时间了，上一次也是到我是最后一个结束了。然后呢，对，连线一方面是想找一个周围附近的能聊得来的朋友，尝试一段新的感情；另外一个就是想跟你视频，聊一下。因为确实挺喜欢你的，之前看过你的短剧，包括那个芝麻1、芝麻2，现在更的绿豆，觉得也挺钦佩你的。从你初中毕了业之后，然后到大城市发展，然后做到现在，开过酒吧，然后现在又学了导演。你怎么这么了解啊？对啊，因为我有特地追过你的一些剧，然后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挺令人钦佩的，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吧。谢谢天意啊，天意，谢谢。我也希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江门，然后你又是做这个工作，在山沟沟里应该会很寂寞，所以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然后有共同话题的一个人，就哪怕不在一起生活，但是起码能没事偶尔见见面，因为跟直男在一起，我觉得也会比较压抑，对不对？是我天天装直男，确实。是。
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好，那就先好，这样了。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哥哥，谢谢，谢谢，哎，谢谢。来，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你好，喂，现在还是有回音。那算了，挂了，拜拜。拜拜，拜拜。站累了吧？啊，拳头哥哥，拳头哥哥，拳头哥哥，好帅，好帅！谢谢拳头哥哥。好了，那我们今天连线可能就先到这了。后边的朋友，那个明天稍微早一点，然后我应该会记住大兴啊，大兴我会记住，大兴我会记住，然后其他的名字就是有点记不住。如果说大家明天早一点来的话，我们多连几位啊。明天我尽量早一点，尽量9点左右我就开播啊。谢谢大哥，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就直播到这里，感谢所有的分享的朋友，感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每个人的故事啊，谢谢大家都辛苦了，再见啊。继续的跟大家预告一下，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是二把刀和我的这个一起创作的一个品牌叫屠夫啊，屠刀啊，叫屠刀。所以大家如果说看了芝麻对我们这个剧感兴趣的话，绿豆看了这个剧对这个剧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来选购一下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现在就是一个白色啊，现在定价是因为是预售是69块钱一件，如果你需要的话，去加那个二把刀的微信，然后让二把刀就是跟二把刀说你的尺码，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发货，在年前我们应该会发货的。谢谢大家，就这样，拜拜，拜拜，拜拜。